乔奶奶，这2袋，一袋是李子，正宗的红心李，一袋是水蜜桃，你一下子吃不完没事的，这放地窖啊，能吃好几天呢。妈，这是枣西瓜，刚结的第1品，您先尝尝，这吃完之后我再送。陆晨氏看着这一大堆的东西，直接发呆。谢谢，真太客气了。早饭没吃吧？盼盼，给你徐大哥端杯凉茶来，我给你徐大哥下碗面去。乔奶奶，您别忙活了，我吃了早餐来的，林天哥不在，那我也不留了，下回再来看您。洗了把脸，喝了杯茶，徐全立即走了。陆晨氏看着地上的水果，一把抱起一只大西瓜。哇，这只瓜真大呀，恐怕有7、8斤吧。我看差不多，大毛娘，正好你在，这只啊，求你抱回去给大宝尝尝。那就谢谢二婶了。乔奶奶见陆晨氏还盯着那李子不放，心中暗自摇头。盼盼，给你大伯娘装上一些李子，这红心李呀，倒是真没到过，也不知道啥味儿啊。谢谢你了，二婶，你真是太客气了，确实是没尝过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乔奶奶抽脸皮，我要不给你，你能走？拿着半篮李子，抱着一只最大的西瓜，陆晨氏笑眯眯地走了。拿几只篮子来，分一些过去给2房3房，到了他手里的东西啊，那2家可吃不到嘴里。宁姐姐，有人找你，快出来！爹，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小宁啊，听你伯伯说这几天你祝小姐妹家来了，是不是担心死了？我与你说，那刘三出事了。傅宁赶紧把傅义全引进来，并与乔奶奶介绍。听闻这是大孙子未来的岳父，乔奶奶客气极了，立即上来了新鲜的西瓜、李子与水蜜桃。二丫，这老人家怎么对你这么好啊？爹，乔奶奶有心急，我给她一个方子吃了后，已经很多天没换了。她是真正的好长辈，您别担心。对了，弟弟读书的事说好了吗？二丫，恐怕有些难呐。你奶一听说要送你弟读书，他就下了令了，除非你连刚儿、喜儿一块送。哼，凭什么呀？人家是没爹还是没娘？他们要读书，让他爹娘送，想占我的便宜，美死他们了。爹，那傅大丫怎么说？他一见我就哭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二丫，昨天我本来要告诉你刘家的事情，可县太爷说通知你了，所以我没有来。可爹这没看到你，总是不放心的呀。爹，你就是太担心我了。这里有陆伯伯呢，以后少操些心。来，这是乔奶奶的孙子战友送来的瓜果，尝尝。二丫，对于你弟弟读书的事，容爹再想想办法。我女儿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们想占就占了。说实话，你大伯和三叔，我真是太失望了。好吧，爹，你也认得一些字，有空在家不如自己教空儿认一些。行，爹知道了。坐了没一会儿，傅义全走了，走时拎了一篮子桃子加李子和2只大西瓜。我说林天奶奶呀，你不是真相中了这富家姑娘吧？这姑娘还小呢，恐怕呀，她不一定看得上我家天儿。要是真能如此，那最好了，这是个好孩子啊。你还真动了这心思啊？我动这心思没用啊，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呢。还有我家天儿那性子，可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人呐。他婶啊，这话就我们说说，可别外面说去。行，我就好奇，我知道，林天呐是个有主见的哥儿，他在外面这么多年，见世面大了，恐怕这事啊，你还真做不了主。是啊，这事啊，我这老婆子可做不了主，所以呀，闲话不能传呐，要不然人家姑娘可不好嫁人了。这姑娘啊，性子好，人礼貌，本来呀，就是我想请她帮忙带带盼盼，况且天儿也去帮人送镖了，得半个月才能回呢。于是啊，就请她过来住了。那个林天奶奶，是这样的，有人托我来问问，你家林天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呢？林天想娶什么样的媳妇？谁家有合适的姑娘不成啊？是的，就是大毛娘家有个侄女，她不好意思直接与你说。
不可能吧？刚才大毛娘啊还在我这坐呢，她怎么没提呀？她说问了凌天的要求，有点不好意思提，怕凌天相不中，可又不甘心呢。她觉得她那侄女与凌天很配，怕错过好姻缘。这娘家有个好侄女，如果真是好侄女，她能不说给自己的儿子或者二毛吗？还有，以前她怎么没提过呢？乔奶奶觉得不对劲，自己孙子也不是昨天才回来的，这都回来大半年了，早不提晚不提，小宁这丫头一住进来就提，她不会再打什么主意吧？见家里有人，傅宁与陆盼盼找了水桶，两人准备去河里捞河虾。他想到了一款碎虾的做法。傅姑娘啊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听人说你给人看病不要钱，是不是真的呀？那肯定是真的啦！傅姑娘如此心地善良，还能骗人不成？傅姑娘，你真是个大菩萨呀！傅姑娘，我们要不是穷，也不会来麻烦你，能帮我们看看病吗？是啊，大菩萨呀，辛苦你了。出啥事了呀？看着这一群大娘大婶子们，傅宁真当是莫名其妙。各位大婶、大娘、嫂子们，我只学过几天医术，可不好意思收你们的钱，给你们看看可以，但是没看好，可怪不得我。如果不怪我技术不好，那就去乔奶奶这院子里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呢？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刚才的话，乔奶奶心下有点恼怒，这到底是谁在背后胡说八道呢？可人来了，她也不好意思赶走。小宁啊，这些呀都是村里的熟人，既然他们相信你，那你就辛苦一下。来吧，谁要看？傅姑娘，你帮老婆子我瞧瞧，这几天呢，我嗓子眼儿很不舒服。王奶奶，您上火了，去捡一包下火茶喝着就没事了。九嫂子，你这是宫寒毛病，月事不调，很难怀上。我给你全一剂四物汤，吃上1个月再说。不过我真不能保证什么哈。牙痛不是病，疼起来要命。张大婶，你先回家含几口烈酒，不要吞下去，只含着，直到含不住再吐掉。来个3、5、4啊，疼痛会缓和些。然后呢，去挖几株茶树根回来，用茶树根汤煮鸡蛋吃，吃上2回应该会好些。傅宁只对一些十分普通的病说了些方子，因为这些方子一般来说农村里的人都知道。可正当傅宁口干舌口之时，突然有人责备他一句：我说傅姑娘，你既然懂医，怎么就不知道采些药回来呢？你要是有药，我们也省得去药铺买呀。强子奶奶，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宁姐姐不仅免费给你们看了病不说，还得免费给你们提供药啊？反正也不值几个钱，计较个什么呀？柳树家的，既然你这么不计较的人，那以后宁丫头每天到你家吃一顿饭好了。我家自己都吃不饱呢，哪来的粮食给他吃啊？小宁，进屋，以后啊，谁的病也不要给看了。奶奶，算了，别计较了。其实我这点医术也只能看点小毛病，真来了大病啊，我根本没办法。由他们说吧。乔奶奶心知傅宁是不准备在村里露一手了，也对，这样良心不平的村人没必要给他们看病。这孩子就是聪明。二丫头，你可别谦虚了，连蛇毒都治得了的人，怎么就不能看大病了呀？莫不是看村里人穷，你怕人家出不起银子吧？陆大伯娘，就我这3脚猫的医术，治蛇毒的功劳我可不敢沾，那是我钱伯伯治好的。二丫头呀，你就别谦虚了，前些日子你兰姨昏迷都是你治好的，有本事何必要瞒人呢？就没人抢你的医术，大伙说对不对呀？陆大伯娘，我兰姨本来就只是劳累过度而已，这些病休息几天自然好了，这与我的医术高低没什么关系。我说傅姑娘，你不是因为看我们没出银子，所以故意谦虚吧？我瞅是什么菩萨心肠啊，这根本呢就是想争虚名。看看吧，不过一会儿本来面目就暴露了。切！我说王桂柳，你属狗的呀，转脸就脸上长毛了。刚刚小宁才给你看过呢，有本事你们去找孙良啊，看他收你银子不？找孙郎中看病，他不收你银子，人家喝西北风啊。傅姑娘，刚才多谢你了哈，我们先回了。哦，对，辛苦傅姑娘了，辛苦了。我说了，
我真只懂些皮毛。你们有病还是应该找孙伯伯看，他是老郎中，不会耽搁你们的病。我这半碗水啊，万一没看出你们的病情，那可是会拖死人的。可是孙郎中行医都30年了，医术再不好也比个10几岁的小丫头好吧。见大伙儿要走了，乔奶奶拦住几个人。我说，是谁让你们来找小宁看病的？其实啊，我们也不知道谁在说，就是在院子里听有人在喊，说傅家这姑娘今日免费看病，我们就来了。我也是，说傅姑娘医术很高，虽能看疑难杂症了。后来又有人说她看病不收银子。是呀是呀，村里都在传呢。小宁啊，不要理这些人了，这些爱占便宜的人呢，根本就没一个有良心的人。奶奶，咱不气，反正不是无聊嘛，就当他们来陪咱们寻乐子了。你呀，这胸心咋就这么宽呢？对，就当他们来陪咱们找乐子了。丫头，那天不是说想吃青米果吗？奶奶摘了艾，一会儿去磨粉，今天我们呀做青米果吃。奶奶，我会包，一会儿我们包一半糖的，一半咸的，我要多吃几个。包青明团子很费事，不仅要磨粉，还要煮艾、揉粉、剁馅儿。3个人做起来，直到傍晚才蒸出第1笼。奶奶，您这馅儿啊调得真好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丫头喜欢奶奶的手艺呀，以后啊都在家吃饭，咱哪儿都不去了。奶奶呀也没什么长处，唯能做几个菜。奶奶，这可是您说的，就这么定了。从今天起，以后我都在您这搭伙了。我带着盼盼学医术，给他当半个师傅。以后我想吃啥就跟奶奶说。乔奶奶可巴不得呢，心道这孙媳妇看来是跑不掉了。以后啊，奶奶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却说兰氏从地里回来后，听到村里人的传言，说是不是你干的？没头没尾的，娘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个蠢的死的女儿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一个呢？要知道你这么蠢，不如当初扔药桶里淹死你。你爹娘我们天天替这个家操心，看着你在做什么呀？竟然和你大伯娘弄在一块儿，你是头猪啊！啊，小宁哪不好啊？要你这样嫌弃？他有什么好啊？要你这样护着？我才是你的女儿啊！他只不过是一个外人，你凭什么对他这么好啊？是我错了，只想着只有一个姑娘宠就宠点，却没有教导你，这都是我的错呀！我的错，是我没脑子，才养出你这个自私、心眼小的玩意。死丫头，我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你不知道吗？他的爹救了你爹的命，他救了你二哥、你娘我的命，分文未取呀！我只恨我对他不够好啊！你这只畜生，我宠了你10几年，可宠出来的却是你对我们的恨呐！陆家乱成一团之时，傅宁正与乔奶奶陆盼盼乘凉看星星。当陆朗慌慌张张地敲开乔奶奶家门时，子毛，出什么事了？叔奶奶，我娘她昏迷过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都怪小美，是她把娘给气晕的。哎，你那个妹妹呀，真不知道像谁。你爹你娘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你们哥俩也不差，偏她养成了那样。小宁啊，你过去看看吧。哎，陆四哥，你等一下，我拿一下药箱。伯伯，没事的，姨只是一时怒火攻心才昏厥的，别担心，我给他扎醒来，再这2粒清心去火丸就没事了。小宁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伯伯别这么客气，都说把我当女儿看的，以后别说这样的客气话。傅宁并没多想，他拿出银针扎醒了兰氏。兰姨，我早说过，你的身体经不住折腾，所以以后一定要心平气和。如果你不听，我不能保证你还能活几年。我说话呢比较直，你要是不在了，这个家恐怕就出大乱子了。伯伯40不满，儿女皆未成亲，你要不在，他们怎么办啊？万一有这种有心的女人看伯伯相貌英俊，为人磊落，赖上来，到时候用你的钱睡你的床，虐你的娃，你甘心吗？
这什么安慰法呀？哇的一声，兰氏哭出来了。兰姨，我不知道到底什么事让你气成这样，但我说的是真话，你不能再生气了，气死了自己，便宜了别人，那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伯伯，对得起陆二哥、陆四哥吗？不生气了，千万莫要生大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我若气坏谁如意，伤神去财又费力，亲朋邻士不要比，儿孙琐事随他去。兰氏吃了2粒傅宁自己做的清心丸。伯伯，让兰姨好好休息，没事的，明天就好了。好。第2天，兰氏好了，大概是听进了傅宁的话。见他身体好了，傅宁也放了心。在陆奶奶这里，真当是过得开心。白天与陆盼盼练练字，教他认认草药，研究些吃的。有时候啊，带着陆晨3个下河捉河虾，日子过得非常欢乐。心情好，日子就过得快。乔奶奶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小宁啊，不是我，是凌天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奶奶，他人呢？他人在哪儿啊？在他屋里，你帮我去看看。好，你别急，我去看。小宁，你快来看看陆大哥，他的伤一直流血，没办法止住。这位叫袁清，是陆大哥曾经的同仁。你们让开一下，我来看看。这姑娘是陆兄的什么人？难不成是他媳妇吗？什么时候伤的？为什么血一直止不住呢？啊，前天伤的，一直服药都无法完全止住。陆兄非让我送他回来找你，这路上可能伤口又裂开了。前天到现在就快2天了，傅宁有点手忙脚乱地扒开伤口上的药了。这是谁的药啊？药是前辈的药，只是他陪王爷去了凤梨城，我们几个都不太懂这个。还有药吗？袁清赶紧掏出一个袋子，袋子里有几个瓶子，上面都写着药名。你们别动他，我拿点东西就来。奶奶，你招呼他们，这里有我。好，你忙，我马上给他们弄点吃的，他们还没吃晚饭呢。傅宁很快就把陆凌天给他打的那一套东西拿来了，剪刀、钳子、镊子、针、羊肠线、酒精，一样不少。小宁啊，这个做什么用啊？缝伤口。韩姐，你先出去，我要扒他的衣服。这位大哥，一会儿请你留下来帮我一把。傅宁话一落，手起剪刀落下，咔咔咔的几下，陆凌天身上的衣服成了布条。这位大哥，麻烦你把灯端近一点，我要开始缝针了。一会儿我叫你拿棉巾的时候，麻烦你把棉巾递给我。好。先擦麻药，再穿针走线，直到缝好上药，贴上他自制的伤口贴，几乎是一气呵成。袁清已经看得见怪不怪了。听说伤口包扎好了，乔奶奶进来了。小宁啊，累坏了吧？奶奶，我没事，您别担心。刚才乔奶奶听说了，大孙子失血过多，是眼前的小丫头找人给大孙子输了血。虽然她实在想不明白这血怎么输进去，但是听说大孙子的命保住了。小宁啊，天儿他真的没事了吗？奶奶，您别担心，他只是外伤，只要不发高烧，7天线一拆就没事了。小宁啊，天儿的命是你给的，以后你想叫他做什么都只管开口，他要敢不做的，奶奶我收拾他。哼，奶奶您真好，您肯定是我的亲奶奶，陆大哥一定是您捡来的。小丫头，你这是想笑死奶奶我老人家呀。孩子，你也辛苦半个晚上了，去休息吧，这里交给奶奶，奶奶会守好她的，你有事我叫你。奶奶，现在你手没用，得我手。刚刚给他身子里输了别人的血，这2个时辰内我要随时给他把脉。啊，丫头，天儿他还有事啊。奶奶您别急，我只是怕有什么不对劲的反应，如果我在，他有什么不适，我能随时发现。宁丫头，那奶奶和你一起守在这里吧，你毕竟是个未婚的姑娘，万一传出去了，要影响你的名声的。奶奶，现在我是郎中，你说郎中眼里有男女之别吗？在郎中的眼中，只有病人
与非病人。陆大哥是盼盼的兄长，而我与盼盼又是好姐妹，那他就是我的兄长，您说对不对呀？那好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你老先休息，天亮后您来唤我。哎。晨曦之中，陆凌天醒来了，腹间伤口的痛扯得他拧了拧眉头，可一睁眼看到熟悉的屋顶，他松了口气，只是一低头，小小的脸上一团酡红，半张着的小嘴无声无息，漆黑的睫毛盖在脸上，像两只蝴蝶正对着他。正当他流连忘返之时，一阵脚步声传了进来，他赶紧闭上眼假睡。傅宁被脚步声惊醒了，他没想到一趴下睁眼就是天亮。奶奶，您起来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照顾人的人竟然睡着了。没事，年轻人呐，贪睡才正常呢。再说了，可怪不得你，这屋里呀点了驱蚊子的艾香，这个本就容易让人睡着。奶奶，您真思想。小宁啊，天儿没发热吧？没有，奶奶放心，那位大哥带来的药是极好的药，是一位比我厉害多的人做的药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那就好。小宁啊，你去睡会儿，奶奶来守着。奶奶，那两个人起来了吗？天一亮就起来了，不过这一会儿啊，不知道去了哪儿。我与他们说了，趁正吃早饭。我也不用睡了，陆大哥身上全是汗，我打点水来，您帮他擦拭一下。小宁啊，奶奶眼神不好了，怕碰到他的伤口，能不能请你帮一下啊？陆凌天本不想睁眼，他很想享受着他未来小媳妇给他擦身体，可没办法，累极了。青儿，你醒了。奶奶，我没事了，喊您担心了吗？哎呀，我老人家呀都偷了懒了，小宁可守了你一个晚上啊，累惨他了。多谢。不客气，陆大哥，你没伤到内脏，不用太担心了，只是失血多了些，得好好养些天。我先起来一下。起来？我会很痛的。没关系，我忍得了。要帮忙吗？不用。他说一声，是怕这两人拦着不让他起来。丫头啊，天儿没事了，你还是去睡会儿吧。小孩子要多睡才会长身体呢，等饭好了我再叫你。奶奶，我不睡了，既然陆大哥回来了，那我就回陆二伯家去了。这哪成啊？这丫头回去了，那他孙子的机会不就没了吗？丫头，天儿这伤看来不轻啊，他说不能让人知道自己受了伤，所以也不能请别的郎中。奶奶知道你怕惹闲话，可天儿回来的事别人并不知道，你能在这里再帮奶奶几天吗？奶奶，这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只是委屈你了。小宁啊，要不是你呀，奶奶我呀，怕是真如别人所说，要断子绝孙了。奶奶，只要你觉得不会不合适，我就留下来照顾陆大哥。好，小宁啊，你是天儿的救命恩人，将来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从昨天晚上那个叫袁清的人和4个黑衣人对陆凌天的尊敬，恐怕床上的那个男人曾经的官职比他们还大，可他为什么不当官回来当个打铁匠呢？吃了早饭，陆凌天吃了药，叫了一个黑衣人进屋交代一番后，就一直开始昏睡。快中午的时候，见他精神仍然不济，傅宁再一次给他输了400cc血。小宁，这个别人的血能用在我的身上？昨天晚上就是他们的血救了你的命，但不是任何人的血都能用，要进行匹配。陆凌天，昨天是你命大。小丫头，你一定是老天爷派来救我命的人，吓坏你了吧？吓坏了。陆凌天，我从来都没怕过，昨天我真的好害怕，好害怕。小宁，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吓坏了。陆凌天，我从来都没怕过，昨天我真的好害怕，好害怕。小宁，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
非得做这么危险的事吗？扔不掉吗？陆凌天，一定要活着，知道不？知道，不哭了。傅宁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泪包，可眼泪就是忍不住。陆凌天，我真的爱上你了，很爱，很爱。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，可现在我知道了。闭目张眼，眼中的赤红终于隐去，可陆凌天的心却哽在喉咙。不说傻话了，有高僧给我算过命的，我肯定会活得长长久久，长命百岁。而你永远都是我最亲最爱的亲人。最亲最爱的亲人，好吧，亲人就亲人，只要他好好活着。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没笑什么，没笑什么。果然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乔公子，你这身打扮又是为何呀？爷长得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不打扮一下，万一让村姑给纠缠上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你拉倒吧，我们这些村姑啊，虽然有爱美之心，可也得分得清真正的美丑，好不好？就你这种雌雄难辨的人，我们还怕认错人呢。怎么是你来啊？不是昨晚那位大哥吗？傅玉娘也可是实实在在的男人，好不好？哎，老大，你说是不是？郭总，云清走了。走了，没味道。哎，老大，你天天这么无趣，世间哪来的姑娘会喜欢你？哎，想讨姑娘家喜欢，得会说甜言蜜语，得会哄人。傅妹妹，你说对不对啊？看来你不是怕村姑缠上你，而是你弄成这样在躲避某人了。乔公子，不会是这几天那位猪猪姑娘来找你要甜言蜜语了吧？哼，爷会怕她？爷这是任务需要。老大，是不是？东西放下，赶紧走吧。老大，你别这样无情吧，我可是来给你送救命药的。还不去？不怕时间太紧了？哎呦，去，我马上去就不行吗？哎，爷的外甥早就不见了，没人找，人家的外甥也不见了，这样才公平合理呢。傅宁听不懂他们的哑语，不过有一点他听明白了，丢了人。这几天陆凌天是去寻人的，至于是什么人，肯定不是平民百姓。太子丢了。你说什么？乔迪离去后，陆凌天突然丢出一句10天前，太子与侍卫去城隍自祭五毒，为民祈祷，今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却没想到在4周直接失踪了。找到了。据探子汇报，他有可能被人捉到了武陵山。他们捉太子做什么？皇上又不止一个儿子，而且皇上不是说不太喜欢皇后吗？这个太子没了，他可能还高兴呢。小妮，不可说这种话，你不懂。那这太子很重要。皇后与国舅爷的亲娘大长公主林南英是个奇人，不仅文武双全，最厉害的是她发明了一种武器，叫火铳。这个东西有长有短，抬手一扣机关就能够杀人，一般的人都躲不过。只是这东西造价太高，火药也难造，所以如今只有北仓大军有一个火铳营。那国舅爷来这里当个小县令，就是为了避嫌了。一家没有造反的心思，因为大长公主落气之前，让他身边的人都发了誓，只要皇家不获百姓，丧尽天良，出卖国土，永远不能造反。他说，江山名誉上是皇家的，可实际上是百姓的。战争苦的是百姓，可怜的是百姓，内战绝不可以随意出现。那确定在这山上了吗？我没亲眼看到，这次我们进入到内山，却遇到了极大的阻挠。伤口痛吗？痛，不过你在就不痛了。看来啊，我也就是一支止痛剂的作用，不就是一碗麻沸散而已。臭丫头，有这么说自己的吗？以后不许这样说自己，知道不？陆凌天，不许我这样说可以。以后你的命是我的，准备以身相许吧。哎呦，陆凌天，你是不是嫌我没活干呢？小妮，这不能怪我呀，是你自己惹我笑的。我怎么惹你笑了？陆凌天，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，难道不对吗？或许是你已经有了相许的人。没，我可没有这样的人。小妮，现在我可不能成亲，我算过命的，你要我以身相许，一时半会儿我真的做不到。算过命的，鬼信他。傅宁觉得陆凌天就是在撒谎，不过他有秘密那是肯定的。
陆凌天，真的是因为算命之原因，我会等你。但你如果敢骗我，应该知道后果。真的，我绝不骗你。骗我，你会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，陆凌天。小宁，去看看阿迪都拿了什么过来。听到这儿，傅宁赶紧把背篓里的东西翻了出来，掏出一看，里面有好几只瓷罐。拿起仔细看看，他不由得赞叹：哎呀，太爷爷真厉害呀！这个石斛粉打得真细呀，太好了，竟然真的加了人参粉。很好吗？很好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陆凌天，等我把太爷爷的本事全学到手，我养你。啥？他养他？陆凌天头顶飞过一群乌鸦，他成了吃软饭的了。这些药够吗？不够，你再去一趟阴阳坡吗？非尝不可，等我伤好了再带你过去一趟。傅宁可不想再去了，人生经历了那一趟可怕的事足够了。我才不要去呢，好东西固然喜欢，可命比什么都重要。陆凌天，我告诉过你了，没了命，一切都没了。你想护的人，你想护的物，统统都没机会了。小宁啊，今天晚上想吃些什么啊？奶奶，你买些骨头回来，这些奶党山药炖了吃，比较清凉。我这有银子，您先拿去，家里还有2位大哥，多买点。傻丫头，不用买骨头了，就杀鸡炖吧。奶奶，这个你先拿着用，需要什么只管买。天儿，你这次去做什么去了？虽然银子很好，可是奶奶情愿吃糠吃野菜，却不愿意你拿命去换呢，知道吗？奶奶，孙儿记住了，但是这不是我能做出的事情，对不起。天儿，你没有真正的退役是吗？奶奶，放心，完成几件差事，我就能够真正的退役了。你真的不想当官吗？他家未来小媳妇说，女人想要的是一份宁静的安定的生活，种种田，看看病，养养娃就好。不想。奶奶，我这想法你会失望吗？天儿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就算是淘米呀，奶奶也开心。奶奶，快了，很快了，您放心，孙儿一定给您养老送终，给陆家开枝散叶。好，奶奶相信你，不过一定要保重自己呀。奶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您娶妻生死。好，奶奶，孙儿向您保证，明年的今天一定让您看到孙媳妇儿。至于曾孙子，这个孙儿无法向您保证了。奶奶知道，奶奶知道。不过有了孙媳妇啊，奶奶相信一定会有曾孙子的。好好休息，小宁啊，水果盘都洗好了，想吃了吗？奶奶，我自己来，您去忙吧。哥，你想吃水果的话，叫宁姐姐喂你呀。你才是她的妹妹吧？嘿嘿，你也是她的妹妹呀，你懂医，自然你喂比较好。哥，你说对不啊？有理。有理个鬼呀！这对兄妹在干嘛呀？拿他开涮吗？可傅宁发现自己竟然觉得很甜蜜。小宁啊，你快出来一下。奶奶，什么事啊？兰氏找你呢，说二毛高烧了。陆续病了，怎么会突然病呢？小宁啊，你能不能给旭儿看看呢？他突然烧了起来，这烧来得突然，热度非常的高啊。兰姨，你别急，陆二哥怎么会突然生病啊？嗨，前天在山上放羊，遇着下大雨了，可偏偏一只羊羔没回来，他出去找了好久才找到，回来时一身全湿了。我给他煮了点姜汤喝了，他说没事。昨天还好好的，可刚才我看着他不对劲，才发现他烧得不轻啊。走吧，我去看看。进了屋，陆续睡在床上。旭儿，你快坐起来，小宁来了。娘，我没事，不用看。小宁啊，
他这是烧糊涂了，你别介意啊。兰姨，陆二哥应该是中暑了，你去准备一些东西，一会儿我教你怎么刮痧。还有，我开个方子，你让人去捡药吧。小宁，不用把脉吗？不用，陆二哥淋了雨又晒了太阳，肯定是中了暑，没什么大事。小宁啊，二毛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中了暑。盼盼，你那挖的是什么？丝毛根，一会儿用这个蒸点瘦肉给你们吃。这天气热，容易上虚火，怕你们牙痛。这么多呀？嘿，奶奶说了，现在天热，大家都多喝点，对身体好。啊，我来帮你。好，宁姐姐，你去厅子里拿个小梯子来，蹲着呀会脚麻。二毛怎么了？中暑而已。你在看什么书啊？新农志。你这样坐着，伤口真的不会痛吗？没事。二毛没什么事吧？怎么会突然发高烧了？没大事，就是中暑了，起了高热。我叫兰姨给他刮了痧，放了一点止巾血。那个徐家姑娘送来了，据说是极好的中暑药，我就回来了。他教二婶刮痧，那不是看了二毛的身子？你说徐庆兰来给二毛送药？对，送了极好的药。哦，那姑娘从小就与小美关系好，两人似亲姐妹，一转眼都长大了。你对她很熟悉？小时候我与她大哥徐长安关系不错，后来又一起顶兵役，在一个军中待了1年，不过他战死了。原来徐庆兰还有一个大哥呀。二毛娶了庆兰那小丫头也不错，她这条件娶一个能够替她操持家业的女子有好处的。你想成全他们？陆哥哥，你倒是有做媒婆的潜质啊，要不你也给我做个媒如何？好痛啊，陆凌天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快说。胸口。胸口受过伤吗？不记得受伤了，可就是这里痛得不行。小宁，你说我是不是也得了心疾了？走得动吗？我扶你回屋。现在别胡说，等我检查之后才知道。好，现在别嚷嚷，莫让奶奶发现了，否则她又要担心了。知道了，来，你撑着我，小心一些，慢一些。可走了几步，傅宁发现身上的人根本就没压在他身上。他小脸一扬：“你干嘛呀？不要死撑，听着吗？我力气很大的，撑得住你。”我吃得消，你别担心，压坏了长不高了。我又不去顶天，长这么高做什么呀？快点，万一伤口弄裂了，小心我再给你缝上几针。陆凌天全身一松，傅宁双腿突然一软，砰的一声，两人摔倒在地。傅宁在下，陆凌天在上，两人鼻尖对鼻尖，这姿势。怎么了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奶奶，没事，刚才陆大哥不小心咬了一下舌头。乔奶奶看了自己大孙子一眼，见他猛朝自己使眼色，小宁啊，天儿啊，这是上火了，我这就去蒸丝毛根给你们喝哈，你把他扶进去，帮着看看他的伤口。知道了，奶奶你放心吧，我再给他上点药。哎，你慢慢上啊，慢慢上，检查仔细点，仔细点。天儿啊，哪儿有痛处一定要跟小宁说呀。回到屋里，胸口哪里不舒服啊？这里。不用撩衣服，这样就行。好痛！快撩起衣服给我看看，我怀疑你胸口受过什么打击。立即撩衣服，低头看了看趴在自己胸口的小丫头，陆凌天抿起了嘴。小宁儿，是不是你未来男人的胸比别人的更有看头？而此时检查到陆凌天不见外伤的傅宁不敢马虎，把耳朵贴在了陆凌天的胸口，侧着脸静心地听着他的心跳声。陆凌天，你玩我是不是？小宁，我怎么玩你了？真的，我心跳得越来越快，浑身都难受，这不是病了吗？这闷骚就是故意想气死他的。对，你有病，绝症。小宁，
你吓哥的是不是？快说，哥得了什么病了？哥你个屁呀！哥你个鬼！陆凌天，你就是个大混蛋！哥哥的，你怎么不属鸡呢？敢戏弄我是吧？老子要咬死你！小宁，咬胸口，咬脸上奶奶会发现的，咬胸口奶奶看不到。这里，你想咬几口就咬几口吧。陆凌天，我不能咬是吧？我戳！就在这时，陆盼盼的声音响起：“宁姐姐，不好了，二毛哥吐血了！烦死了，动不动就吐血。陆二毛，你以为自己是林黛玉呀？”虽然不知道林黛玉是谁，但陆凌天听到前面这3个字，顿时心中犹如阳光万丈。去吧，二叔二婶人不错，出一下场。哦，我去就来。你好好休息，不许胡闹。他有胡闹吗？陆凌天脸黑。小丫头，竟然把我当孩子看，小小年纪装什么大人呢？好好的在我怀里撒欢就行了。看着出去的背影，想起梦中他短短的一生，陆凌天睡不着了。上期在，交代你一个事，近几日内找准机会完成好。是。来姨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有事是吗？小宁啊，你爹让你伯伯寄信来说，明天是五毒节，中午时分来接你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小宁啊，明天让旭儿陪你一起回去吧。你祖母那性子，要是让他知道你的事，难保不让你出来了。让二毛跟着去，这也不好吧？万一让人误会了，小宁以后找人家就有流言了。二婶啊，我也知道不好，但小宁一个人回去，我不放心呢。来姨，那明天就辛苦陆二哥一趟了。啊，不辛苦，明天我让他早点送你过去，后天再来接你。好，不就是接送一下吗？就当昨天的要钱好了。小宁啊，你，二毛这样送你回去，以后你怎么办呢？到时候村里怕是会传开的。没事，6月初6我会正式认干亲，以后啊，我们就是兄妹关系了。奶奶，名声什么的，真心的没有这么重要。等以后我找到了想嫁的人，我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事情的前因后果。至于别人说什么，我不在意。当然，如果他在意，那他就不是我傅雨宁要嫁的人。让盼盼呐和你一起回去吧，这丫头性子直，有她陪着，一般的人呐欺负不了你。奶奶，我没事的，真的不用担心我。我可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了的人。你这性子可不是那种强悍的，说的倒是挺吓人。不过我喜欢你这性子，不掐尖，不软弱，讲道理，嘴巴甜。奶奶我呀，都被你给迷住了。奶奶，您就是想让我感动的。我来陆家的第1天呢，他就骂我是只狐狸精，还说我这么瘦弱不会生养。呸！他倒不是只狐狸精了，他倒不瘦弱了，他就好了嘛。小宁啊，那老婆子就是眼红你长得好，别听他的。我就听奶奶你的。屋外一老一小笑逐颜开，屋里陆凌天目光深邃，自己这二婶恐怕不仅仅是替他家小丫头着想吧。娘，把我那件天青色长衫找出来，明天我穿那个。明天早上去买上2斤肉，2包点心，带回去给小宁长个脸。好。第2天一早，他换了一身新衣。这是什么？既然是以嫁人的名义进了陆家，得梳小媳妇的发型。有这规矩？如果真的想离开我二叔家，我帮你想办法。真的可以？想吗？当然想了。现在我住在他们家，真的是很尴尬。要是能离开，那就最好了。是得让他离开自己伯爷家了。我来安排。哦，对了，这2天你爹的职务可能会有所变动。什么变动啊？一说，先让他正式变成捕快，等他熟悉岗位之后，再让他当个小头头。你说什么？这消息让傅宁太激动了。暂时不会有职位的，等过一段时间，人家都认可他之后，再进行变动。不。不。你帮我问问县太爷姐夫，这事能拖上一些日子吗？
为何？现在我家还没分家，我奶奶比陆家大房奶奶更狠。我爹赚的越多，他要的越多，你明白吗？他变动了职务后，赚的钱也没我爹娘自己用一分。陆凌天知道，那傅家的奶奶可不是个好人，他对这二儿子一家可是苛刻的过了头。能分得了家吗？傅宁不知道陆凌天的能力有多大，但分家之事势在必行，得想办法。我想总会有法子的。如果不分家，我爹娘再有银子也是白搭。要我想吗？陆大人，这事就交给你了。调皮。对了，既然要分家的话，那肯定要弄些事情的。如果有一天你爹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你可别先吓着。不会伤着他吧？放心好了，不会伤着他的，但肯定会是大事。小事不足以让傅家割掉您爹这块肥肉。你才是块肥肉呢！陆凌天会不会说话呢？不会，你教我呀。嘻嘻，真要我教啊？你会教吗？奶奶说我的嘴很甜，因为我很会说话。来呀，滚点甜味给你，保你会说话。爱情能让人变幼稚，傅宁就是这样。回去不要戴银首饰，就戴这只木簪吧。银首饰确实是不能戴，傅老婆子那可不是个要脸的人，见到他头上有银首饰还能不来抢？这是什么木头的？这花纹很好看呢，雕的也很仔细。桃树，100年老桃树。这很贵吧？不贵的。哪里有卖啊？很好看的。很远地方买来的。独一无二吗？仅此一只。那你给我插上。好。等陆凌天给他插上那根木簪，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漂亮小媳妇。见陆凌天看得发呆，傅宁得意的一扬头：怎么样，好看不？本姑娘这双魔术手啊，厉害吧？不好看，特别是这衣服。喂，你眼光有问题吧？这么好看非说不好看，你会不会是青光眼呢？就是不好看，是你不会穿，换一套，我给你找好了。和我的衣服都差不多，这一身是最不好的。算了吧，反正又不是我家人，管他好不好看了。陆凌天吐血，他都说到这儿了，这丫头还是不换。宁姐姐，二毛哥在门外等你了。就在这时，陆盼盼跑了进来，直朝他喊：天啊，你这样太好看了，这衣服我也喜欢，一会儿我也要做一套。好看吗，盼盼？好看，好看，非常非常的好看呢。可有的人呢说难看，原来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。哥哥，你眼睛有毛病吧？呵呵，大木头撞上小二货，太好笑了。陆二哥，要麻烦你了。上车吧，太阳大，我借了组长伯家的骡车。你有心了，多谢。这样的车确实比较好坐多了。那个，不用多说了，我都明白。走吧。陆续脸更热了，为当时的无礼而脸热。正当他不知所措之时，陆盼盼背着包跑了出来。年姐姐，我还是陪你去吧，万一有人欺负你，二毛哥可不合适出面。行，那一切就靠你了。放心了吧，小时候我可练了好几年呢，谁敢欺负你，我收拾他。有女汉子陪着，好啊。陆续的骡车一到傅家门口，立即有人围了过来。哎呀，这是二丫回来了。好像是啊，哇，这是二丫的相公啊，长得这么好啊。是的，听说呀也是个读书人，还有童生4个了呢。听说陆家的老爷子是衙门的副捕头，那可是从9品的官呐。切，那也没比秦大郎差多少呀，这丫头还是个有福的呀。哼，有童生4个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们以为有童生4个就能中秀才吗？想多了。只见傅三丫拉着脸站在门边。婶子们好，堂妹说的对，有童生4个的不一定就能中得了秀才，不过陆二哥肯定能中秀才。哎呀，二丫，你这一身
是细棉新衣吧？这一身可得至少200文啊！是呀，正是上档细棉做的新衣。梅婶您眼光真好，确实是花了整整220文。哈哈，不是我眼光好，是你福气好。看来陆家真的不错呀。这位是你小姑子？婶子，你眼光真好，我叫陆盼盼，这是您姐姐的小姑子。好啊，二丫呀，你是因祸得福了，不错不错。相公啊，相貌堂堂不说，小姑子对你还这么亲热，这可是极难得的。大伙说对不对呀？啊，对呀，都是人家的儿媳妇，众嫂子们自然认同，嫁个好相公还有好小姑子，那是女人极羡慕的事。哎呀，二丫就是长得一张福气的脸呢，自然是有福的。就是，你瞅瞅她的耳朵，肉乎乎的，谁的耳垂有她的这么厚啊？我看看她这眉毛，多清秀啊！这可是旺夫相啊！大家七嘴八舌的恭维着。哼，一只狐狸精罢了，好命，我看就是个贱命。傅森燕的话才落下，叭的一声，陆盼盼的巴掌就落在了他脸上。要和我宁姐姐好看，就直说好了，少嘴里不干净。再说一句，我打歪你的嘴。打得好，下回再打重一点，最好一次性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知道了，宁姐姐，看我的。话一落，叭叭2巴掌。一声惊天动地的嚎叫穿透了院墙。李氏听到女儿的哭，立即跑了出来。小丫，出什么事了？娘，他打人，这死丫头打我，你快给我教训他。她是你的女儿？贱丫头，是你打了我的女儿？老女人，怪不得你女儿嘴这么臭呢，原来是跟你学的呀。果然是你就看娘，是和就看秧。你没嘴德，所以你的女儿跟着没嘴德。确实是我打的这个嘴臭的姑娘，不过那是她该打，不孙长，心眼小，嘴巴贱。你不教，自然由外人来教。哼，什么人嘛，觉得我宁姐姐长得好就直说，竟然说她是狐狸精，不就是觉得自己长得丑不好意思见人吗？直说呀，我又不怪她。这一串蹦出来，顿时看热闹的人啊都乐了。这个小丫头还真是彪悍呢。不过这傅三丫真的是该打。该死的贱丫头，哪来的野东西？我女儿轮得上你打吗？真能以为我傅家无人是不是啊？傅三婶，想一想这一掌打下去的后果。什么后果呀？你想怎么样？没想怎样，只是告诉你，你打不得，你若是打了，问题很大。靠，姓陆的，你以为一个衙门副捕头是县太爷呀？打不得，老娘我就打了。让他打，他敢打，那一天就让他去婊子院找女儿去。哎，二丫，陆家权力这么大呀？我只说一句，谁敢动盼盼，以后就别哭。盼盼的长兄从军8年，据说杀过的人不下1000人。哼，谁敢动我宁姐姐，我就收拾谁。天啊，傅宁的话威胁力更大。杀过上千的人，这人是把人脑袋当菜刀切吗？可李氏的爹是读书人，他自是懂律法。傅二丫，你吓谁呢？这衙门是他家开的吗？杀人犯法，他敢吗？敢与不敢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。当然，你想试试，我不拦你。哎呦，出啥大事了？这哭的哭，吼的吼，也不嫌热闹。我说二丫，既然回来了，还站在门前做什么呀？难不成不是回来给你大姐添妆的？谢氏一直站在门内，李氏吃亏，他乐得高兴。这位大婶，你女儿家要我宁姐姐添妆，那我宁姐姐嫁人时，你准备添多少啊？哼，她又没办嫁女酒，我添什么妆啊？哦，没办酒就不算出嫁，对不对啊？当然了，连个出嫁酒都没办，叫什么嫁人呢？你问问，谁家闺女是这么不值钱的？这话一落，众人可听明白了。谢氏在说傅二丫不值钱呢。你说的对，这位大婶说的太对了。
姑娘家想让夫家看得起，这嫁女酒啊是必须办的，所以宁姐姐，你一定要再嫁一次。啥？再嫁一次？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世上女人家有这种嫁法？喂，你谁呀？这是二丫的小姑子。这些个呀，你都不用管，我就只问你一句，我宁姐姐办出嫁求的时候，你添多少妆？哼，她添多少，我添多少。咦，这长辈还真恶心呢，谁家长辈添妆会跟小辈比的？看来这位大婶是个小气鬼呀。没戏家门就来了这么一场大戏。傅宁觉得陆盼盼这小丫头就是传说中的战争机，收拾了傅三丫一阵，她心情实在是好。旭哥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您客气，应该的。婶子，您肯定不认得我，我是盼盼，与宁姐姐是最好的朋友。娘，盼盼是陆二伯堂哥的女儿，我和她性情相投，她是我在陆家交的唯一一个朋友。好啊，盼盼姑娘能来，我很开心，请坐，请坐。三人坐下，五丫也坐上了桌。姐，这是在岗子湾那树上摘下来的，今年的杨梅个儿更大，你看。盼盼，来，这棵树上的杨梅最好吃了，而且没人发现它，只有我与坤儿知道哟。啊，真的呀？那我要尝尝。旭哥，你也尝尝，这杨梅呀，味道不错。陆旭是读书人，他不太吃零食，不过林氏的意不好切，于是他拿了一只。哼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宁姐姐，这杨梅比我以前吃过的都更好吃。哼，多吃几个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再去摘下它来做成杨梅饼。我与你说啊，我娘做的杨梅饼可好吃了。啊，真的呀？我可会爬树了，那吃了饭我们就去。行。二丫，拿包点心去你奶奶那吧。不能。万一她为难你，难为她的事还少吗？二丫，毕竟是长辈呀。长屁呀！娘，别跟我提什么长辈，真正的长辈会把亲孙女卖给一个傻子当媳妇，害她一辈子吗？可话刚说完，突然傅宁再次发现了自己娘与弟弟妹妹的不寻常了。娘，我给你们的新衣新布呢，那些布一人至少可以做2套新衣，还有上回买了1套，难道都洗了吗？啊，新衣洗了没干呢，你给的布啊，我才做起珠儿的，你奶她就闹得翻天覆地，我哪敢做呀？算了，反正什么衣都是穿。那布呢？布在，布是在，只是在老太婆那里去了。分家势在必行，而且不住这里，城里的院子已经在装修了，一装好就让他们搬过去。谢丽菊，你给我出来！谢丽菊，谢氏的全名，敢叫她全名，而且来势汹汹，这应该是谢家人。完了，谢家来人了。来就来呗，不来才奇怪呢。哎，宁姐姐，谢家是什么人啊？我伯娘的娘家。刚才那吼的人是我伯娘的大嫂，傅大丫的大舅娘。宁姐姐，这傅家不会是一家女许2家人吧？小丫头怎么就这么聪明呢？正是如此，很早的时候啊，2家就口头说了亲，只等今年秋试了。天啊，竟然真有这种事啊，有戏看了。谢家哥要考秀才？对，谢正良去年过了童生试，未考上秀才，今年说有把握。谢正良，陆续认得此人，曾经也在一个书院读书，看来这个傅大丫真的是抢了眼前这姑娘的亲事。走，看热闹去。旭哥啊，二丫呢就是这性子，孩子气，让你见笑了。这些天在陆家，麻烦你们了。婶子，既然他已经到家了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当个你了，
明天呢，你不用来接了。明天二丫她爹不当值，等办完喜酒，他会送她回的。那行，我先走了，婶子留步。谢大舅母脸色漆黑，看着傅老婆子。娘儿娘啊，菊儿，这是一家人的事，要不去里间谈？不行，就在这谈。良儿可是你的长孙啊，将来是谢家的当家人呢，可不能随意让人这样戏弄了。要是真这样打他的脸，那他以后可以立誓。菊儿啊，这事你真的做得不地道啊！这种儿女成亲大事，能说说玩的吗？良儿娘，如今青儿喜欢上了别人，再强求也没意思。这样吧，让菊儿给良儿50两，让他这姑姑送侄子出息。50两？娘，你说50两，良儿能读几年书啊？玉松书院1年就得30两，这50两连2年都读不了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大嫂啊，你非逼青儿去死是吧？呸！别胡骗人，我可没这么狠毒。要逼死青儿的人是你吧？连100两银子都不舍得，在你心中，你女儿的命比银子重要了。这姑嫂俩斗了起来，而一边的傅宁与陆盼盼对视了一眼。有问题呀，这个谢氏干嘛怕谢正良去秦家的？难不成早在傅玉清勾上谢正良之前，两人早就那个的啥了？不会吧，这禽兽捡了只破鞋？这对母女今日不好好收拾他们一次，真以为他傅宁可欺呢？谢大舅母，要我说呀，这50两银子那就钱呐。我堂姐1年都不止挣50两，1年就算50两好了，可10年、20年、30年呢？哟，我不会算了，这手指啊不够加呀。盼盼，你快帮我算算看，这30年是多少？哎呀，我实在算不来了。那有什么难算的？1年50两，10年500两，30年1500两呗。要是买做良田的话，那可是100多亩啊！哇，宁姐姐，这可不得了了！我们村里的举人老爷家也才100多亩地呢，人家可是天天吃肉喝汤，当老爷过好日子呢。这大热天呢，全家人都去避暑了。傅二丫，我跟你拼了！傅大伯娘，我又没要你的银子，你跟我拼啥呀？谢家大舅母，我可是凭本心说实话呀，他呀这是想糊弄过去。行了，别打岔了。二丫说的有理，而且她很凭良心，1年只算50两，大丫2个月啊就能绣1幅绣品，依我算呢，1年不多，算绣个3幅吧，也能挣个150两呢。哗的一声，谢氏真吐血了。大嫂啊，你以为青儿是你家的奴才吗？什么我家的呀？她嫁过去了，那就是她的家，将来这个家是她当家做主。娘，你说我有说错吗？确实没有说错，哪个女人嫁了人不把夫家当成自己的家呢？眼见儿媳妇与女儿又斗起来，谢老婆子知道再斗下去啊，只有把2家搞臭。行了，别给我瞎逼逼了，这事啊我做主。菊儿付50两给你大嫂，谢家以后再不准提这事。谢大舅母可没想让自己儿子真心娶傅大丫，但银子上他可不会一下就退一半，于是决定地说：不行，80两。而谢氏也不甘心出这么多银子，30两，70两，40两，60两，50两。谢立菊，你要再不答应，明天我谢家来抬人。别吵了，不就是60两银子吗？奶奶，这银子您给青儿出了，2年之内呀，我还你100两。傅二丫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傅大丫，你没病吧？这是你与谢家的事，与我有关吗？是我叫你抢那头秦的，是我叫你勾引你表哥的吗？你自己不要脸，竟然还怪上我了。说清楚，这锅我可不背。
不是你通知谢家来的吗？二丫，我知道你恨我把刘家的事引向了你，可当时我是真的害怕呀，我又不是有心的，你就这样报复我吗？傅大丫，当时你害怕，难道我就不害怕吗？那刘二是什么人呢？你心里不比谁都清楚。你害怕，所以就拉我来挡，死我比死你更好是吧？就别说这谢家不是我叫来的，如果我知道你与谢家是这关系，我早应该叫来，而不是今天。不是你还有谁呀？除了你恨我之外，还有谁会恨我？傅二丫，你不是一直说敢做敢当吗？既然做了，你为何不承认呢？傅大丫，你很自信呢。你说除我之外没人恨你，你相信，这全村的人都不相信。傅大丫，你以为你很会做人，大家都盼望着你过得好，你是个大善人，美死你了呢。说真心话，可惜不是我，因为我根本没想到这件事。如果这是我做的话，我会更爽。告诉你，对于这件事，如果我撒了谎，让我一辈子不幸福。傅雨清啊，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能伸能屈。转眼，二丫妹妹啊，对不起呀。不必了，傅雨清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有什么事呢，你也别扯到我身上来，否则结果就不好说了。死丫头，你威胁谁呢？让你滚出我傅家，没听到吗？老太婆，嘴上积点德，你如此心黑，小心老天有报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老天有眼。你行了，你们要斗啊，那是你们的家事。银子拿来，我们得回去了。奶奶啊，明天60两银子给青儿，青儿保证会还您100两。青儿啊，不是奶不舍得，这世上银子是留给你哥娶媳妇的，等不到2年呢。3朝回门，我把嫁妆中的聘礼送回来，行吗？行是行，得拿纸笔写下来。谢家拿了银子，心情舒畅的走了，可傅家却成了个火药桶。傅二丫，这里是傅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姓谢的，这里可不是你们谢家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我警告你，别给我口出狂言，否则你受不住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年纪不大，耳朵倒不行了，看来啊，确实老了。傅大丫，把你娘这只疯狗给我拖走，否则我让你当不成举人娘子。二丫，你要干嘛？哼，现在还没想好，得看心情，是让那只禽兽断双手呢，还是让他破个相呢？我还没想好。你敢害人？说什么呢？我这种清甜可爱、性子温婉的大美人，能这么恶毒吗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这人生在世嘛，谁知道哪里有道沟，哪里有条坎，意外是时时会有的。盼盼，你说对不？有人捂嘴暗笑，只有陆盼盼是迷妹。太对了，路上都是乱石，谁能没有一个失足啊？宁姐姐，那个刘二啥的，做梦也没想到成了个残废。就是啊，傅大丫，管好你家的狗，不要像这畜生一样见人就乱吠。我这个人呐，其实没有看起来如此的温柔。傅二丫，你说谁是狗的？傅宁连眼角都没瞟谢时，只扫了傅雨清一眼。盼盼，今天天气好，跟姐摘杨梅送杨梅饼去。谢氏要气晕。傅二丫，你给我站住！族长、族公，你们看看这傅二丫呀，真是太目无尊长了。族长与族老全程都在，此时面对像只疯狗似的谢氏，众人都无语了。
傅雨欣看族老们的眼神都不太好。娘，你真想再闹出点事来吗？几人才出门，正巧遇到一个姑娘。哎呀，二丫，总算看到你了，你现在怎么样啊？你相公对你好不好啊？哼，明翠，你一下问这么多，我先回答你哪个呢？对了，你外婆好些了吗？傅明翠是傅二丫最好的小姐妹，她是傅义全族长大伯傅莲的孙女。二丫，这是你小姑子，这是我新朋友，你可以叫盼盼。明翠，我没有嫁人，是假嫁。二丫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与亲家说亲的明明是你，怎么变成了大丫姐呀？这不是太好笑了吗？什么好笑的？他稀罕，就送给他好了。反正啊，这姓秦的又不是什么好人。不过，你可不能跟任何人说啊，万一传到那些人耳朵里啊，又会来闹事了。你傻了呀？秦家大郎可是秀才呀，听说他还有可能考举人呢。你竟然把个举人老爷送人了，你气死我了呀！我哪来个笨妹妹呀？傅明翠与傅宁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前者大3个时辰，这也是两人从小到大好成一个人的原因。好姐姐啊，你妹妹呢？或许将来嫁个比她好10倍的人也难说啊。哎呀，你就是个笨蛋，还自己说有多聪明呢，根本就是笨得要死。这世上比举人老爷强10倍的人，能在我们这乡下吗？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亏你还笑得出来呢，真是脑子有病啊！这大丫太不要脸了，不行，我要找他问个明白。他是只畜生吗？竟然抢妹夫，真是太不要脸了！哼，好了啦，你找他有什么用啊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这秦大郎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要来何用？明翠，说真心话，他变心早，我还感谢他。要是等我们成了亲，他再变心，你说我除了死，还能走哪条路呢？哎呀，二丫呀，你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你去哪儿再找一个比秦秀才更加好的相公啊？你一直说一定要嫁个读书人，可现在，哎呀，要嫁读书人的是傅二丫，可不是他。凉拌，命中有时终须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是我的抢不走，不是我的夺不来。或许以后我真能找个比秦蜀强10倍100倍的好相公呢。该死的傅大丫，他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还有那秦蜀，我咒他永远当不了举人老爷。好了啦，我说了，我是个腐女，肯定能找个更好的相公。行了，别说我了，你二哥的亲事怎么样了？说到自己二哥亲事啊，傅明翠就更生气了。哎呀，那郑家真是太过分了！二丫，你知道不？郑家说至少要我们家给20两银子的聘礼呢，还要一进门就分家。你说这说的是人话吗？看来啊，郑家很宠你未来嫂子，怕她受你娘的折磨。我呸！那郑家人是这么宠女儿的人吗？郑李氏是担心我家过得太苦，他女儿手里没钱补贴娘家罢了。还有那郑秀秀，明明是嫌贫爱富，这还有可能是他自己提的。不会吧？哼，就你傻善良，要不然呢，被人抢了亲事都不敢讨说法。谁说我没找啊？翠儿，谁告诉你我没找他的事啊？你找了？你怎么找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傅宁一笑，招了招手，一手扯着陆盼盼，一手扯着傅明翠，顿时啊，3个小姑娘的脑袋凑成了一团。这是真的？我哄你做什么呀？银子都在我手里了，这还有假呀？对了，我借20两银子给你，让你二哥先娶媳妇，要不然你3哥4哥又得等了。啊？才不要呢！不能与我家同甘共苦的人，我二哥说了，不娶也罢。什么？你二哥准备退亲了吗？他是有这意思。别呀，二哥都快19了，人家19啊，儿子都满地跑了，他连个媳妇都没有，再一退亲再重新找，至少得1年呢。还有，到底是不是郑秀秀不好，不是还不知道吗？是啊，二哥都快19了，
而且他还是挺喜欢那郑秀秀的，怎么办呢？二丫，那你是说就这样满足郑家？不啊？那你刚才说这么多是为什么？我是说呀，如果这要求不是郑秀秀提的，而是他爹娘提的，说明这人可以。娶与不娶呢，我们先弄清楚这郑秀秀的为人。要是他人好，聘礼可以满足他，分家就让他自己去说服他爹娘。啊，二丫，你变聪明了呢。我不是一直很聪明的吗？明翠，我什么时候不聪明啊？你说的有理，我这就去跟二哥说。要去的话得暗中去，可不能明目张胆的去，要不然郑家要恼的。知道了，我可是你姐姐呢，还要你交代呀。行，我回去跟我娘说。不过这聘礼也确实是高了些，他要这么多，那以后三哥四哥怎么办啊？再说了，我们家现在也没有这个银子呀。我借你，你不是也学了认草药吗？要不你没事去寻草药，寻来的草药晒好卖给……算了，我让你去寻一些规定的草药，到时候你和盼盼一起去卖青齿膏去。青齿膏？那是什么？后天你来盼盼家，到时候给你细说。这东西得卖给有钱人，要是卖得好呢，肯定能赚。哎，知道了，我一定来。二丫，你真好。宁姐姐，这个明翠姐姐很好的。那当然了，我的好姐妹哪能不好啊？就如我家小盼盼，那是1顶1的好姑娘。宁姐姐，你这样夸人，就不怕人害羞呀？害什么羞啊？好就是好，我又没乱夸。盼盼，你以后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当相公啊？想过没啊？我才没想过呢，宁姐姐，我还小呢。我又没说让你现在就嫁，只是说让你想想嘛。我家盼盼又聪明又可爱，肯定有好多的小伙子追求。我哪有啊？宁姐姐才有呢，又能干又聪明又漂亮。宁姐姐，你们村里肯定有好多的小伙子喜欢你吧？哪有啊？我当时可是名花有主的人，谁敢喜欢我呀？可这话才落下，迎面走来一个人。二丫，真的是你？傅宁想起来了，这人正是秦蜀的大弟弟秦磊，傅二丫的桃花。秦二公子，你回来了。二丫，你别这样叫我，我是前天晚上才回来的，回来后我才知道你的事，对不住，是我哥对不起你。我对他没想法，更不用你说抱歉。秦二公子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二丫，你别走，我知道你并没有嫁人，你现在在陆家并不是人家的儿媳妇，对吧？秦二，你去打听我。二丫，你知道的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去打听你是因为我关心你。二丫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一定会比我大哥对大嫂那样对你更好的。眼前的小中二心地不坏，旁边的陆盼盼笑成了一只小狐狸。我知道，可我不喜欢你，在我心中你仅仅是一个同村人而已。秦磊，你是个好小伙子，你比你兄长强，但是你不是我会喜欢的类型，去找一个喜欢你的人吧。再见。找喜欢他的人，可是他想娶的是他喜欢的人呀。宁姐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？哎呀，我不是早说过了吗？怎么又问呢？我找的人要长得帅，能力强，性格好，专情。这话一落，陆盼盼脸色煞白。宁姐姐喜欢的人就是自己堂哥二毛啊。哥哥破了相，而且只是个打铁的，看起来冷冰冰的样子，宁姐姐肯定看不上了。一瞬间，陆盼盼蔫了。盼盼，你干嘛不说话了？宁姐姐，你非得嫁这样的人吗？要嫁呀，就嫁这样的人，要不然我就当老姑娘。哥呀，你没希望了，媳妇没了。正在雕刻的陆凌天突然一个长长的喷嚏，手一抖，指尖上一个血珠染在了木头上。
天儿啊，你不是风寒了吧？没，奶奶，我一大男人哪有这么娇弱啊？以往啊，我可不担心呐，但这次你流这么多的血，肯定不一样了。奶奶，这次真没有什么，以前我受过的伤比这更严重的多了去了，您别担心了。天儿，明年你真的不出去了？不出去了，就在家里好好侍奉您老人家。好，好，好，在家好啊，在家好。虽然家里只余下10来亩地，但好好种着，一定过得下去。等明年呢，我们收回来自己种。奶奶，过些天还有些银子会送过来，咱家再买些地，还是租给别人种好了。我呢，就打打铁，打打猎，这样划算一些。大孙子出去这么多年，恐怕不会种地了。哎呀，本来呀就不是种田的命。看着遥远的天空，乔奶奶的目光涣散，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儿媳妇他们是不是还活着。想到失踪了5年的亲生儿子，乔奶奶的心呢就有如刀挖。她内疚啊，都是因为他，老头子陆战才命这么短，儿子才会不知生死，大孙子才会搅进这漩涡。乔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中，她没有发现自己的眼眶已经赤红。奶奶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起你爷、你爹娘了。要是他们呐，看到你成妻生死，该多好啊！奶奶，小宁说了，人死后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呢，您别难过了。对对对，林丫头说的对呀，他们都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天儿啊，那丫头真的好啊。虽然孙子话不多，但看来他不是个木头，乔奶奶放心了。二丫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哥在送你回去的路上，快到家门口时，骡子被别人家的马车惊了，摔在了大路上。要不是碰到刚从村里出来准备进城的青兰妹子，都没有人发现呢。这么巧啊？傅宁有点怀疑，会不会是陆凌天动的手呢？现在他怎么样了？哦，送去了泽林馆。我来的时候一直未醒，娘很是害怕。进屋与林氏说了一下，林氏点头。我知道了，四毛来了有一会儿了，他又上山寻你们，我猜着你们快回来了，才让他在家里等着。小宁啊，你去吧。哎。陆凌天坐在院中树下闭目养神。你睡着了吗？怎么这会回来了？陆续送我回来的路上，据说被马车惊了。你怀疑是我动的手脚？是你动的才好呢。说清楚。哼，就不告诉你。你猜。小丫头，想挨打是吧？不与你说了，我得去一趟城中医馆，看看具体情况。是林奇的马车撞的，纯属偶然，不是人为。啊？又是他？别担心，他张狂不了几天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别问，赶紧拿药。盼盼去孙郎中那里借驴车了，一会儿啊，让四毛赶着去，别累坏了。谢了。一个飞吻，傅宁转身跑了。大人，那个陆三公子那边，这几天解决好。是。安仁堂不愧是东辰县最大的医馆。小宁啊，快，你帮兰姨看看旭儿，太医说了，他伤着了脑子。摔地上了，如果是头着地，很有可能是脑震荡。兰姨，太医可是给皇帝皇后贵妃看病的人，他的医术肯定比我不知道强到哪儿去了。您别担心，我先看一下再说。哦，好。不知为什么，兰氏看到傅宁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，越是如此，她越难受。今日如果不是徐杏兰发现的早，自己的儿子恐怕……小宁，伯伯，我看看。傅宁坐在陆续床边，手指按上了他的脉搏，可眼睛却盯在了他的头部。1刻钟后，伯伯，二毛哥撞着了脑子，脑中还有不少的淤血，压着了另外的血管，他才醒不来。二丫，旭儿他
太医说了，他没办法保证他能醒过来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兰姨，不知道那老太医在哪儿？小宁啊，你有办法？暂时没有，我水平较浅，得先请教老太医后，再想想如何救二毛哥。3天后，陆续终于醒了，只是伤得太重，头动一动就痛。老太医赞许地看了傅宁一眼：“丫头，如果有一天你见着你那师傅了，请帮忙给老夫引荐引荐，如何呀？”老人家，只要有机会，小女定不会忘记。小女医术尚浅，要没有您的针术配合，有再好的图也起不了作用。客气客气。小丫头，你可有来本医馆坐堂的想法呀？那可不行，老人家，我没有行医证的。无所谓，老夫亲自带你，用老夫的名，用你的方，老夫再把针灸之术传于你，药方银子归你进，如何呀？老人家，我以前与泽林馆的黄掌柜订过协议，我跟他医馆中的张郎中学针灸，学会后在他那里坐馆。不好意思啊。小丫头，老夫很喜欢你这性子，不如和老夫认个干亲，以后你有什么困难，老夫定当尽力。又是结干亲呐？难道他已经变成了一锦鲤体质吗？唐爷爷在上，请受义孙女付与您一拜。哎呦，好孩子好孩子，今日再不拜，今日不拜啊！改日啊，选个日子，老夫再喝你的茶。好，那等爷爷您选好，小宁再给您敬茶。好，病人现在醒来没什么大事了，回去好好养吧，这里收费不低，我看他们家条件也一般，带药回去慢慢养着便是。这是实话，兰氏知道，陆启谦知道。才3天，银子已欠下了50多两，再往下去恐怕要上百两了。看着老太医对傅宁的看重，两夫妻心里既高兴又难受。这么好的姑娘啊，自己儿子这下是永远都没机会了。直到陆续从医馆回来了，不少邻居过来看他，兰氏的娘家人也来了。傅宁是头一次见到兰氏的娘和兰氏的嫂嫂。大姑啊，你说那姑娘，你准备收干女儿？是谦哥好友的女儿，可惜呀，与二毛八字不合，可我又舍不得这孩子，就与谦哥商量着收做干女儿。这也太漂亮了，一根不合，那2根呢？也不合吗？朗儿啊，配不上他，而且傅家说了，要给他找一个读书人。要找读书人呢，那没希望了。兰家大嫂心瞬间灰了，家里要娶个懂医术的儿媳妇，那日子能不好过？傅宁这几天都待在医馆，几天没回来，他担心着陆凌天的伤。可还没进乔奶奶家的门，小陆琛跑了过来：“宁姐姐，宁姐姐，有大事，有大事啊！”七毛，什么大事啊？我与你说，三毛哥偷看了翠儿表姐洗澡，他要和翠儿表姐成亲了。哪天的事啊？前天晚上的事，大伯娘骂了半天呢，就翠表姐不要脸，勾引三毛哥。三姑说了，三毛哥看光了翠表姐的身子，他不娶翠表姐，三姑就要吊死在三毛哥的书院门口去。那你大伯娘答应了？我答应了，不过却说了一定要等三毛哥考完这次再提亲事。我的天哪，这个陆凡配那于翠翠，可惜了。给，吃糖，继续盯着。知道了，宁姐姐，我一定会盯牢的。也要记着你盼盼姐教你写的字，等你认了好多字啊，我就教你认草药，还让你赚好多的银子。我记住了。找我？你干嘛去了？不是说想吃荔枝吗？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说的妃子笑。盘中颜色鲜嫩的荔枝挤在一起，个头又大又红。啊，哪来的？南陵府。南陵府离这里大约300里。可我
不想播怎么办？两人坐在桌前，一个播，一个张嘴，一张一合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奶奶呢？哦，奶奶不知去谁家串门了，盼盼去了徐三妹家，她不知道你今天会回来。那他们吃了荔枝吗？还没呢，送来才1个时辰，我浸在了水井里，那边还有，你只管吃。傅宁拨了个塞一个，陆凌天也拨一个塞一个，两人吃得很欢。陆凡的事是意外？臭丫头，想问就直接问，拐什么弯呢？世间哪来这么多意外？啊，这坏蛋下手就是狠呐！这个于翠翠太次了，你让一颗大白菜给猪拱了。陆凡是个大白菜？不是大白菜，那是什么？有些可惜。傅宁一抬眼扫了陆凌天一眼，是有点可惜，又怎么样呢？臭丫头，不许这样说我。我就说，怎么打我呀？话一落，脚一轻，人已落入怀抱，小屁屁上轻轻挨了几下。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陆凌天，我给你1年时间，如果1年后你还是这样龟毛，那我就嫁别人了。1年够了，希望他还活着。傻丫头，就是会说傻话。荔枝吃多了会上火，这水井里还泡着昨天送来的西瓜，要吃吗？其实他很清楚，陆凌天一直不正面回答他的话，他一定是有难处。乔奶奶听说傅宁回来了，立即抓鸡。奶奶，天太热了，吃着大补的不好。不行，这才养点肉回来，可几天呢就给掉没了。奶奶我心痛啊。哼，奶奶，咱今天的鸡来个新吃法。怎么吃啊？先炖汤，等鸡差不多烂了时捞出来，我们吃白斩鸡。白斩鸡是什么？乔奶奶不知道，可吃过后，她对着那碗蘸酱大声称赞：“宁丫头啊，你这河虾贝壳粉放进酱油后，这味道实在是太鲜了呀！”奶奶，不知道前几天那豆子有没有完全发酵好？要是可以了，多搬出来晒。那个酱油与拌酱，齐掌柜说了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好好，我明天呢再收点豆子继续做。一家人其乐融融。突然门响了。哟，这是吃上了呢。二婶呀，你这小日子过得可真不错呀。呀，这是凌天回来了呀。看到桌上那只空了的大碗，傅宁牙一抽，咱忘记把这个拿走呢。啊，凌天没回来，是凌天的一个袍泽过来了，他先吃好，我们才过来吃。哼，袍泽呀？哪儿的呀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下午到的。凌天这趟镖没走完呢，在路上啊遇到往回走的袍泽，让他还了点东西回来，这不吃了饭刚走。什么东西啊？是个稀罕东西，这不刚到家才1个多时辰，放在水井刚刚凉好。你来的正好，本来呀我还想叫一会儿吃了饭，让盼盼送一盘去给你娘尝尝呢。这个在我们这时啊，新鲜的很难尝到。看着那一盘又大又红的荔枝，陆丽华的眼珠子都快掉了。这个大侄子对这祖母也太好了吧？这东西啊，想吃新鲜的不是没有，可是极贵，1斤也得50文。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都不记得自己来干嘛了。二婶呐，你也知道翠儿跟灵儿小，她得在她妹妹定亲前先定亲呢。可我吧，离开这里多年，许多人呢都不熟悉了。啊，我这来呢，是想请你看看，有没有好姑娘，说给灵儿。说到这儿，陆丽华看了傅宁一眼。二丫，听说你的亲事还没着落呀？不知道你爹娘想给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婆家呀？可有提过？有呀，我爹说了，必须给我找一个家有余粮、人有力气的好小伙，读书人不找。啊？读书人怎么就不好了？我爹说了，读书人比较酸，成天咬文嚼字，酸不拉几的。我这村姑啊，可消受不了。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世人都崇尚读书人，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酸秀才呢？二丫，你家里没读书人吧？陆姑姑，你说错了，我家里是没有读书人，可是曾经那个负心汉就是个读书人，仗义美多土狗辈，负心最是读书人。经历了一个负心汉，所以就再也不想找读书人了。二丫，你要这样说，就只有当村妇的命了。那可不一定，或许哪一天我成了官夫人的命也不一定。呸！陆丽华走了。想当官夫人？洗好澡，傅宁洗了头，坐在院子里等头发干。有意见啊？不想找读书人，又想当官夫人，就只有找从军之人了。啊，你想当多大的官夫人呢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想当多大的官夫人，你都有办法帮我实现？我以为你想当村妇呢。哼，你真了解我呀！我就是想当个村妇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不愁吃不愁喝，想干嘛就干嘛，多自在呀！当什么官夫人呢？官有什么好的？不拍上不去，一拍恶心自己，还得处处小心，才不会丢官。得了吧，我还是当我的老百姓好。我给你擦一下头发。不要，你去打水，屋里现在没冰，晚上睡不好。奶奶说她不要，你那边放4盆够不够啊？够了，我去给你们打水。在陆家住得挺好，可傅宁清楚，陆凌天总不能以出门为由关在家里，于是他也做好了准备，等城里的铺子一弄好，他就搬过去。傅明翠来了几趟了，青翅糕终于出炉。傅宁仔细地交代了傅强与陆朗，季老，这东西要天天送才新鲜，买主想多买也要劝他们别多买，但可以预定。一只一家人5口人可用1天，而且是早晚。傅宁仔细说了早晚刷牙的好处。傅强带着亲妹妹明翠，陆朗带着陆盼盼，一人手中拿了20只出了门。会有人买的，你做的这个比前辈的那个更好。哼，那当然了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嘛。对了，太爷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王爷的身体也不知道好些没有。没这么快，小皇子身体还没有稳定，他老人家与王爷都不会这么快回来的。但是王爷的身体据说好了许多了，如今能够自己起床了。我想去看看乔姐姐，这都快1个月了，不知道她如何了。一会儿去。王妈看到傅宁，眼睛都激动的红了。姑娘，我家主子好太多了，老奴真开心呐。王妈，哪来的客人呢？乔姐姐，你来了。王妈，上茶。王妈爱下去了。乔姐姐，近来睡得好吗？挺好的，多谢了。乔姐姐，要我再给你把丝脉吗？不用了，我没病，以后啊，我也不会再病了。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喝了茶，傅宁就出来了。出了什么事？乔姐姐好似已经不是乔姐姐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怀疑乔姐姐有可能是双重人格的人，一催眠把那个要死要活的人给催沉睡了，于是另一个冷漠坚强的她就出来了。走，去明月楼。是。乔迪果然在明月楼，看到他们一脸惊讶。哎，能出门啊？他刚才去看过您姐姐了。这些天乔迪实在是太忙了，太子失踪，陆凌天重伤，这里一切都是他在打理，消息收集，任务安排，忙得他头昏脑胀。我姐不好啊？不是。进去再说。听完傅宁的那个怀疑，这个才是我真正的姐姐。小时候的她性格比较冷漠坚强，就是因为遇到那个畜生，她才变成那样的性子。这样好，虽然性子冷了一些，至少她不会再寻死寻活了。说实话，我更喜欢这样的她。希望乔姐姐以后能遇到一个值得她爱的人之后，能变得既坚强又温柔。会吗？乔迪不知道。不过不管会不会，
这是他唯一的姐姐，他都会好好爱护她，关心她，照顾她。傅宁的心情很惆怅，回到家把陆凌天的线给拆了。就算伤口恢复的确实是很好，他也没高兴起来。你呀，太善感了，小姑娘家家的，怎么就这么多愁善感呢？我为乔姐姐难过。爱情这东西啊，真是个折磨人的玩意。明知它不是好东西，可女人呢，总是飞蛾扑火，飞过去。乔姐姐才25，人生还很长。现在的她，因受感情的刺激，变得比以前更加冷漠。未来想打开心结，很难很难。将来她身边的人，都会有自己的家，自己的生活，而她不打开心结，将会孤独一生。别拧眉了，这可不像你，小孩子要开开心心，知道不？谁是小孩子啊？陆凌天，我是小孩子，你是老头子了吗？你才23岁，少给姐装老。23不老，15岁就大了吗？小丫头，天天跟我撅嘴，就是不听话。啊，奶奶说给你做了凉粉，赶紧吃去吧。乔奶奶真是个百变老人，她有一双巧手，这些天呢，变着花样给傅宁与陆盼盼做好吃的，两人开心的不行。可此时傅宁什么都不想吃。陆凌天，你有想过未来吗？陆凌天说他想过未来，只是他的未来暂时不能做主。傅宁满意了。青池糕渐渐打开了销路，等初十这天，每人都准备了40只青池糕。陆凌天与林武、上七3个人做的竹筒快没了。林武、上七去砍竹子去了，傅宁与乔奶奶去了陆家2房。今日陆月美定亲。陆续的伤基本稳定，余下的只要养就行。3天后的晚上，陆家大会再次召开，这一次是分家大会。就这么多了，2房8亩地，按人份分些粮油，你们屋里的归你们。3房啊，除了屋子、粮油和10亩地外，另外分20两银子，再多除非你们杀了我。一个出嫁女儿买院子，老爷子同意老婆子给了80两，可亲孙子出了事，40两还扣了他们4亩地。这些人良心都不会痛的。爹娘，我同意。姨娘，叫我们养吗？如果要的话，住不住我们这一边？你爹我还没死呢。老三，你呢？爹娘，我们也同意。那明天就分锅吃饭吧。一会儿母亲先给我们一家10斤大米，2斤油好了。园子里的菜能摘吗？南边桃树下的分给你们，西边篱笆边的分给3房。现在这一季的菜混着吃，等吃完了，大家再各自种吧。听到自己爹的安排，兄弟俩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这2块菜地虽然不好，但也不是最差的，或许还算有点父子情吧。陆家分家了，族长也就是举人的大伯出来做的主。孙长出来写的分家文书，1式3份，陆家正式分家。陆家分家的事，傅宁自然听说了。这几天他几乎是天天在黄掌柜那边学针灸。陆凌天3天前突然失踪了，一般找不到人，他就生气了3天。可乔奶奶说，自他回来这大半年期间，经常是这状态。但傅宁还是不开心。不能说明去向，至少留个字吧。可他什么都没留。讨厌的大坏蛋，伤才好呢，又跑了。分家，你高兴吗？呵呵，高兴啊！宁姐姐，你去我家吃饭吧，我天天给你捉虾吃。傅宁去了陆家。兰姨，说句真心话，只要我奶奶愿意分家，我就是让我爹娘净身出户都行。分家好啊，分了家，你自己当家做主。这个给2毛哥吃吧，会很快好起来的。他的手骨接得好，那天用的是别人送我的断骨续骨膏，一长好啊，绝对没有任何影响。小宁啊，前天你爹给了5两银子，是你给的吧？啊，孩子，欠你的
这事啊，我们陆家是还不完了的。其实啊，这件意外，傅宁也很内疚。那天要不是陆续送他回家，或许就没有这场车祸。兰姨，我知道你现在给二毛哥请要的钱不多，我们这几天的青齿膏卖得极好，我会让四毛哥跟着我们一起干，相信我，不出1个月，生意就会好起来。兰姨，你别哭，不是说了认我当女儿的吗？既然是一家人，就不要太讲究。你难过，我也难过。好，旭儿啊，这是小宁给你的药。这2天，陆续的头没这么痛了，偶尔还会在弟弟的搀扶下起来动动。兰姨，我和陆二哥聊聊。兰氏感动万分，这几天儿子是醒了，可魂儿没了，斗志没了。好，那我去忙活了。陆续，有件事我想与你说，一件从来没与任何人说过的事。我爱上了一个人，一个很优秀的男人，他叫陆凌天，你的堂兄。怪不得他发誓说不嫁他，不嫁陆凡，原来他的心中已经有人。陆续手肩都在颤抖，堂兄不是他可及的人呢。什么时候？说实话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反正每次看到他，心就会跳得很快。我虽然与他接触很少，但就是总想看到他。你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？那就是睡觉时脑子里有他，干活时脑子里也全是他。可他这个人很过分，明知道我喜欢他，他却从不回应我。说到这儿，傅宁一脸惆怅。我从来没喜欢过一个人，可头一次喜欢，却是求而不得。你说，这是不是报应呢？放不下了吗？可能是放不下了，能放下的，都不叫真爱。陆续，说实话，初见你时，我觉得你长得好，声音好，而且还很有修养的样子，觉得我或许会爱上你。但现在我知道，我不会爱上你，因为真正的爱不会因为任何条件而放弃。今天我跟你说这些话，是想告诉你，以后你如果愿意当我傅雨宁的好义兄，那么我会视你如亲哥；如果不愿意，我不强求。还有，你的脑子没事，手更会没事。这瓶药和你手上擦的药，都是神医诸葛天的宝贝，1个月后，保你如往常人一样。如果你想参加科举，不会有任何影响。神医，他竟然与神医相识。你是何人？哼，其实我就是傅二丫，只不过那天跳河后开了窍而已。还有，我从小就很奇特，只要一做梦，就在梦中学医术。很玄幻吧？其实我也觉得，开始啊，梦中学的东西还有点乱，后来又跟村里一个老郎中偷学了几年，直到开窍后才算真正的懂医。世上真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吗？陆续想否认，可他却又无比的相信，因为眼前的眼神是如此的真，如此的纯。我愿意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我能叫你小宁吗？当然，二哥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小宁，这一生二哥欠你的。哼，那以后二哥就给我撑腰，以后要是陆凌天欺负我，你帮我扁他。好。眼泪逼回了眼眶，从这一时起，陆续决定了，他一定会当个好哥哥。5月20这一天，一大清早就起来做青齿膏的傅宁与陆盼盼正在忙碌，陆家突然来了几个人。奶奶，我叫袁芷琳，是陆哥哥的未婚妻。
啥？看着眼前这一身大家闺秀风范的姑娘，正与傅宁坐着青尺高的陆盼盼眼珠子都掉落了。喂，你从哪里跑出来的呀？我哥哥连婚都未定呢，哪来的未婚妻呀？你是陆哥哥的妹妹吧？你好，我家在京城，陆哥哥与我哥哥是好朋友，要不是出了点事啊，我们早在京城都成亲了。胡说，没有父母之命，他怎么可能成亲呢？我哥才不是这么随意的人呢。说，你是从哪旮旯旯里跑出来的人呢？竟然敢冒充我哥哥的未婚妻，太好笑了！大胆，我家主子是你一个村姑能侮辱的吗？呸，你才大胆呢！我村姑怎么了？你们不来冒充我这个村姑的长嫂，我会侮辱你们吗？真是太不要脸了！从哪来，滚哪去！我哥不可能娶你的。春雨退下。主子，叫你退下，没听清吗？袁芷琳一脸羞怯地看着乔奶奶。奶奶，陆哥哥没说不回来，与你们说，只是当时太忙，后来又出了点事，这才没来得及。婚姻大事，我可不敢骗你们。您看，这是陆哥哥给我的信物，这个是不是陆家的东西呀？相信奶奶您一定认得。天呀，奶奶，这是哥哥的东西。哼，我没撒谎吧？这可是陆哥哥亲自给我的，他还说了，这是他的祖传玉佩。奶奶，您认为这是不是啊？乔奶奶接过玉佩，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这玉佩她自然认得，看来天儿已经找到了她要找的人。袁姑娘，一块玉佩呀，代表不了什么。我孙子不在家，这样吧，等他回来了，我再通知你过来一下。好好，奶奶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他不在家，现在他却有事了呢。只是我想看看奶奶与妹妹，就提前来了。那行，我先回县里了，我住在县里的祥云客栈。好，到时候啊，我让人找你。袁芷琳带着人走了，风一样的来，风一样的走。啊，奶奶，是不是来了个疯婆子呀？乔奶奶看了看一直在干活的傅宁，盼盼呐，等你哥回来就清楚了。奶奶，我可不喜欢这个人当嫂嫂，我喜欢宁姐姐给我当嫂嫂。去吧，别把你宁姐姐累坏了。小宁啊，别太累了，吃点点心再做吧。吃，他还吃得下吗？此时的傅宁觉得手脚都发冷，双腿如铅，心中千斤石头被压。奶奶，我这马上就好了，一会儿陆朗要来拿货呢，不吃了。说罢，他低头更加认真地鼓捣起手中的药汁来。奶奶，哥哥真的是早有了未婚妻吗？盼盼呐，相信你哥哥，他做事啊，绝对不是个乱来的人。陆盼盼嘟起嘴应了声好后，立即跑过来帮傅宁干活。宁姐姐，我哥他到底在干嘛呀？回来这么久了，也不说他已经定亲之事，我一直想你当嫂嫂的，气死了。别说了，人的姻缘都是上天注定的，又不是说你想就能怎么样的。赶紧干活啊，这个呀，我们可是自己说的定的，世上啊，只有银子才靠得住。又卖了2天青纸膏，出乎了傅宁的意料。没想到陆朗与富强的本事这么大，两人从第1天的惨淡经营起，这几天量日渐大了1倍不止。有人买，傅宁就再加大生产量。县里这么宽，光靠这2人不够，他想着等知名度扩大后，他要把这个做成一种品牌。为了不东想西想，傅宁埋头苦干，然后让大伙儿出去推销，果真是生意越来越好了。人一忙，白天累成一只狗，到了晚上，果然傅宁就没空去想东想西了，感觉日子一样阳光灿烂。那袁姑娘来了的事，可却不知怎么的就传出去了，顿时村子里议论开来。哎，林天这小子厉害呀，不声不响的找个当官人家的姑娘当媳妇，果然就是厉害。
我还以为林天奶奶想让傅姑娘给她当孙媳妇呢。那丫头在她家住了这么久，心想她定是相中了，没想到啊，真是我们多想了。那也不一定啊，林天能让大官的姑娘相中，肯定是自己也不错，娶妻娶贤，纳妾纳色。男人呐，要是有条件，谁不想来个左拥右抱啊？纳妾，谣言落在傅宁耳中，多日强迫自己不去多想的他，顿时心头咯噔一下。难不成陆凌天真是这个意思？别人不理解像陆凌天这种年纪大、破了相又没什么大钱的男人，为何当官人家的大小姐会追上门来。可傅宁知道啊，他并不是大伙儿眼中的那个老光棍儿。小宁，有空吗？是不是听到了传言？你担心我了？你不担心吗？哼，我担心什么呀？我是喜欢上他了，可又没说非他不嫁。放心了，爱上他是我的事，他又没说爱我。再说，事情是真这样吗？其实，这是真的，我也不在意。陆续，或许你不相信，其实一个人的一生的感情会有很多段，爱情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最长不过2年。放心好了，反正我又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，等我遇上另一个我爱的人，我就能把他给忘记了。第一次是秦大郎吧？他与秦大郎一样，错过了世间最好的姑娘，难道堂兄也要错过了吗？小宁，其实我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陆续，我以后还是叫你名字，这样我们更像朋友。说实话，在我的心中，你的心理年龄比我的还小。陆续，我从3岁起就明白一个道理，我爹娘不受奶奶的喜欢，百般的折磨他们，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命令，于是觉得爹娘不孝，而从不喜欢他们。可后来大了2岁才发现，奶奶不喜欢他们并不是完全因为这些，而是我娘的娘家没有助力不说，我娘还经常要照顾娘家，这才让我奶奶更加厌恶。于是5岁起，我就发誓，长大了要有出息，要让爹娘以我为骄傲，要让奶奶后悔去。3婶教堂妹认字，我就百般讨好他们2个，跟着学字。村里来了个郎中替人看病，收好多的银子，于是我就想尽办法跟他的孙女交好，偷学医术。爹娘说以后我会嫁给秦大郎，可以当秀才娘子，于是我就鸡鸣而起，跃落而息，为的就是配得上他。说到这儿，傅宁笑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我有一个15岁的身子，有一颗50岁的心。我喜欢成熟的男人，喜欢大叔型的人。陆凌天救了我2次，于是我被他的成熟而着迷。陆续没问自己堂兄如何救了傅宁，他的心中只有一句话，他喜欢的男人是成熟稳重的男人，而他还是稚嫩了一些。自己不能不承认，陆续觉得自己的行为就是太幼稚了。如果不幼稚，怎么会听风就是雨，相信了那些谣言呢？娘、坤、五丫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二丫，你外婆这2天又不好了，刚才你舅舅去了傅家通知，你跟娘过去一趟行吗？见林氏来了，乔奶奶立即请他们进去喝茶，并把傅宁做的桃子罐头拿出来待客。等林氏几个喝完茶，傅宁带上了一些药和家人出了门。娘，外婆的病是老毛病了，您别自己急出病来。你都说了爹去叫钱伯伯了，你别这么急啊。二丫，你2个舅舅都是混蛋，他们今天让人来得这么急，那你外婆肯定是很不好了。我真的好担心啊，要是你外婆没了，这个家也就散了。二丫，你2个舅舅都没成亲，你外婆死不得呀。娘，这个没法算计的，舅舅们不愿意成亲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是舅舅们不成亲，外婆就不会死的话，
那2个舅舅就更不会成亲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外公死的时候，亲人捧的牌位，难道你外婆还要这样吗？孝子衰和，孝孙捧灵，这是世俗，可又能如何？傅宁虽然有一身医术，但他不会去保证什么。在这什么条件都不具备，唯有一堆草药的年代，他成不了神。直到快到林家了，他才出言：娘，别哭了，一会儿外婆看你难过，她跟着难受。二丫，你说你钱伯伯真的会来吗？放心吧，既然爹亲自去请了，肯定来。进去吧，院子里有人说话呢，可能你大姨和四姨都回来了。傅宁记忆中知道这个便宜外婆一共生了9个孩子，前面生了5个女儿，带活3个，后面又生4个儿子，带活2个。便宜娘是第3个，现在是家中老2，上有一姐，下有1妹2弟。外婆家离城近，这里已经看不到成片的良田了，而是成片的住宅。记忆中，傅宁记得林家是外地人，全家人靠一个豆腐店为生。外公在的时候人勤快老实，一家人虽然过得寻常，但也过得下去。后来有余钱买了这个带铺面的宅子，全家人总算过上了有家有铺的日子。只是10多年前，外公做的好好的豆腐生意却被人挤垮了。外公本就生病，加上生意一垮，林家瞬间坠落。娘，那这豆腐店以后怕是没办法再开了。你外公的手艺极好，这附近的人都爱买我们家的豆腐。后来城里几家大户都跟我们订豆腐，只是不知道怎么的了，好好的生意突然就没了。生意越来越不好，你2个舅舅又不听话，你外公这身体就更不行了，病了不到半年就没了。他一走这些年光靠你外婆维持着这个家，总归是一个女人，这光景真的难呐。 2个舅舅都是大人了，就不能好好教一教吗？你外婆的性子哪能管得了啊？二丫，一会儿看到你俩舅舅，别跟他们斗了，毕竟是你舅舅呀。以前的林家一出事就要几个女婿照顾，傅家这种条件还得照顾林家，这也是林氏极省极抠的原因。因为这样，真正的傅二丫看不起自己2个好吃懒做的舅舅，一点都不喜欢他们。娘，你说这生意好好的，突然没了，没查过原因吗？查过，那几家大户人家的生意是被街头的蒋家给抢了。这蒋长生还是你外公的徒弟，正是因为这样，你外公才生气病倒。娘，外公干嘛把这手艺交给别人呀？当年你外公落在这里后，租的就是蒋家的屋子。当时的蒋家人可好了，而且当时蒋家也不在城西，他们在城北，以为不影响呢。那这蒋长生会在离林家不远的地方开店呢。不仅在离林家不远的地方开店，而且还故意抢林家的生意，这人还算个人吗？娘，这其中有什么事吗？有，那蒋长生想娶你小姨，可是你小姨相不中他。哼，这人人品这么差，小姨看不上他应该。你小姨是个命苦的，蒋长生不是个好东西，可那朱子睿也不是个好东西。这些年都靠你小姨操持，可现在竟然嫌弃你小姨没生儿子，闹着要纳妾呢。小姨不是才27吗？现在又不是没得生，急什么？哼，哪是什么生不生的事啊？其实还不是朱家老太婆想把那寡妇外甥女塞进自己儿子找出来的事。你小姨是没生儿子，可是她多能干呐！这些年朱家靠的全是她精打细算开豆腐店赚钱，绣花补贴，要不然哪有现在的模样？5月初5那天回去之后，
傅宁听自己弟弟说，那个叫菊花的寡妇真的带着孩子在傅家待了好几天都不走。要不是他提醒的及时，自己娘还真把这菊花表妹给同情上了。没钱喝傅大丫的喜酒，他才走。那小姨夫的意思呢？读了10几年书，就考了个童生，现在也就是做个1年12两银子的门管。可他还以为自己多厉害呢，天天跟你小姨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娘，这小姨夫的表妹多大了？不是太清楚，大约是20出头的样子。朱子睿，名朱欣，记忆中他快30了。看来不是嫌弃他小姨没给他生儿子，而是想睡不同的女人才是真。记忆中，小姨林娟有2个女儿，大的已经8岁半了，小的也3岁多，比傅与珠还小。三姐，你们到了。你来多久了？娘怎么样啊？这会睡着了，刚刚睡着，真是好不容易。姐，你们都先别进去，我怕娘又清醒。对了，二丫、坤哥、五丫，怎么不叫我呀？四姨好。四姨，四姨。刚叫完，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从屋里出来了。怎么不叫大舅啊？叫什么叫啊？没给他们找个舅母之前呢，别想当舅。四姐，你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娶什么媳妇了？我才来能成亲呢。现在我给娘找了个孙子，这还不够啊？找了个孙子？大狗，你从哪儿找来的孩子？不会是偷来的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三姐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放心，是我捡来的，不是偷来的，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。哎，棍子，出来见见姑姑和姐姐们。棍子，这是什么名字？傅宁不满意这名字了。大舅，这是你给他取的名字？怎么，这名字难道不比你这个傅二丫的名字好听啊？切，棍子，你怎么不给他取名叫孝子呢？什么水平啊？好，哎，这名字好。好小子，以后啊，你就叫孝子了。这可是你这有水平的表姐给你取的名字呀。宝宝，我的大名叫傅以宁，是很好听的名字。你现在这个名字太难听了，以后你小名就叫小土豆，大名就叫林志。算了，还是叫林志轩好了。喂，臭丫头，这是我儿子，你凭什么给他取名啊？记忆中，这个舅舅虽然不务正业，但是对外甥之类的真不差，至少说不是那种没良心、没节操的长辈。因为你水平太差了，所以我给他取名。小土豆，你是喜乐我取的名呢，还是喜欢他取的名啊？喜欢姐姐，就这么定了。小土豆，你长得真好看呐。哼，好听啊！我家二丫取的名字就是好听，这名字好，就叫这个。在林家，3姐妹只有老四林娟的性子像林家外公，利索爽直；老大林妙，老三林音，都像林家外婆糯米团。走，小土豆，我们进门看外婆去。娘，你们别进来，别吵着外婆，我先去看看。好，你去吧。而这边，林正明气得跳脚。三姐，二丫这臭丫头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她娘舅都敢顶啊！那也得看你像不像个当舅的呀，一把年纪了，还跟外甥女过不去，好意思说呀？哈哈哈哈！大弟呀，现在二丫呀可不是以前的二丫了，她懂事了，你呀也得懂事起来，要不然别说你外甥女不理你。我怎么不懂事了？就这丫头要求高，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的，都不知道我是她舅。大舅，我都觉得你不像个舅。说话间进来3个人，2兄妹在前，正是林大姨的次女安秀芝与长子安明光。说话的正是16岁的安明光，因着自己娘是林家的长姐，舅又不成器，于是说话也不太客气。好了，明光不许乱说，大弟呀，娘成了这样了，这个家得你撑起来了，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我有什么办法？这豆腐生意根本就没意思，可娘非得做着，难不成我来接这豆腐生意啊？我可不做。三姐，你与姐夫说说呗，要是衙门还有杂役的话，让我去行不？大弟呀，你姐夫不过一个杂役，
连个五夫长都不是，你想他有这能耐吗？那我也不会别的呀，除了会两下把式，有几斤力气，我还能干啥？反正这做豆腐，我做出来的也没二弟做出来的好吃，我是不接这个店的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进来一个人，这个正是富二丫的亲二舅林氏的小弟林正森。你也不接，他也不接，现在娘这样死了，难不成你们是想他去淘米来养活你们是不是啊？我不要他养，做豆腐从早做到晚，一天也就几碗豆腐，最多就赚了一天的吃食，啥也留不下个，累吗累死人，反正我不做。你好意思说不要娘养？这些年你们俩谁拿过一个大子儿回家呀？回家张嘴就要吃要喝，要不是娘累死累活，你们能长这么大吗？这些年我们三姐妹贴娘家贴的也够多了。行啊，现在娘也这样了，你们也长大了，那说说以后吧。娘怎么养，娘的病谁来治？如果你们敢不养，我去衙门告你们不养老。以孝治国的年代，不孝之子那是要挨大板并充役的，所以说这年代才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说法。但凡只要不是十分没用的婆婆，儿媳妇都不敢欺负。二舅，你不想做豆腐，那是因为做豆腐不赚钱是吗？外婆睡得很好，傅宁只把了下脉，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就出来了。可一出来，他就听到这姐弟几个在商量着以后的事，于是忍不住开了口。就是不赚钱，所以我才不想做的。谁想三更起半夜睡，还做这种赚不了银子的营生啊？那如果我让着做豆腐能赚大钱，你做不做？二丫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这豆腐生意历来就是赚口饭吃，全城10几家豆腐店，你看谁家发大财了呀？哼，这你别管了。如果我有办法在这豆腐上大做文章，我只问你，做还是不做？有钱谁不想赚呢？一把年纪的男人，又有谁不想娶个媳妇生个娃呢？可是没有钱，谁会嫁给他呢？当然做呀，你二舅我还能嫌银子烫手不成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这时代只有嫩豆腐这一种，所以豆制品就这么的单一。一个小县城10几家豆腐店，也就这么2、3万人，想发财哪可能呢？可是如果这豆制品只死一家，不赚钱才古怪呢。外婆很好，舅舅能立起来，便宜娘也会觉得腰杆硬。傅宁有心拉扯林家一把。那就这么定了，这2天我们先试制一些豆腐，然后把它改成别的吃食，再然后我们去酒楼大户人家免费送食。二丫，你不是傻的吧？免费送食啊？对，免费送。你别担心银子，这前期我投1两银子，等你赚了钱我们再分红，如何？哎，行。大伙儿坐在一起说了不少有关于豆腐生意的事，终于傅义全领着前妻来了。姨娘，娘怎么样了？爹，您别担心，外婆的情况不严重，有钱伯伯一定没事。林丫头，你外婆的病你看过了？师傅，小宁先试着把了脉，一会儿您把好脉后，先听弟子说，要是觉得没差，我再出药方。好好好，听说你跟着张玲也很认真，不错。这一大一小一对话呀，林家几姐妹给傻掉了。等他们进了屋，三妹呀，小宁什么时候开始学医了？其实啊，很早这丫头就喜欢这东西。村里不是有个郎中吗？郎中的小孙女孙小兰与小宁玩得好，所以孙小兰学的时候，她也跟着在一边学了些。后来啊，他爹看他识得字，就请了钱大哥教了他一些，而且钱大哥还借了不少医书给小宁看。这丫头记性好，前些时候学着开方子了。三妹呀，这女人家当郎中可得小心些呀，出门串户的对名声有。还有这陆家。娘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世间的女郎中可是少之又少的，表妹能懂这些，这可是好事啊。光儿，娘不是说不好，只是我担心她的相公。大姐，你担心的有理，不过宁儿学的是专给女子看病的医术，以后她也只会给女人看病，除非是自己家人。
好，这个好啊，我赞成。女人有的病啊，又不好与男郎中开口，要是有女郎中，那就好多了呀。三姐，你别听大姐的，我举双手赞成。要是只给女人看病，这倒是没什么。林氏很感激自己的姐妹，也知道她们在担心什么。大姐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别担心，二家与陆家根本就没谈亲事，当初只是为了脱身，陆家那边不会乱说闲话的。林啊，你说二家与陆家的亲事是假的？对，当时不是太急了吗？全哥就请陆二哥帮忙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这名声都出去了，让她以后嫁给谁呀？林音呐，你们也太冲动了。哎，大姐啊，当时我哪有主意呀？全哥也是没了办法，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。哎，要不是明光的八字与二丫的八字不合，我好好的外甥女哪里轮得到别人作践呢？林氏不是没想过这事，还在傅义全没救秦蜀的时候，两家就想过这结亲之事，只是两人八字不合，是下级，合不上也没办法。结亲讲究的是上缘，所以傅二丫与安明光处的倒真像兄妹。半个时辰后，前妻走了，傅义全去捡药了。傅宁说到这儿，做豆腐的事，林氏三姐妹都希望林家能撑起来，没有娘家的女人是很可怜的。二丫，你来说说如何在这豆腐上赚大钱呢？要说做豆腐，还真说到了傅宁家的祖传。他老傅家以前就是专做豆制品的人家。这做豆腐想赚钱呢，咱就得做的与别人不一样。别人做嫩豆腐，咱就做老豆腐，豆香干、油豆腐、豆腐乳、油皮、素鸡、素火腿、腐竹、豆浆等等。人家有的我们不做，我们专做别人没有的。一串话后，一桌子的人都傻眼。老豆腐他们听得懂，只是这什么豆香干、油豆腐、豆腐乳啥的，那肯定是豆腐做的。只是这油皮、素鸡、素火腿，一把豆子能做出肉来。见大伙瞪着自己，傅宁知道这帮人被他给吓着了。可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东西，他会做呀，而且他还知道这些东西做出来如何做才好吃。你们别这样瞪着我呀，反正我说没用，不如现在就泡豆子，明天早上我就过来教小舅舅做如何？我赞成。小宁啊，你这些从哪儿知道的？书上，陆三哥跟夫子去游学时买了一本《异乡志》回来，那里记载着南方有一个小国以种豆出名，这豆子不仅可以做豆腐，还可以榨油。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，我可是每一个字都记住了。二丫，豆子真能榨油吗？当然可以，不仅豆子，就是花生身上野生的油茶籽都能榨油。油茶籽？你是说那茶叶树上结的泡茶喝的茶豆子？不是那个，而是山上那种高高的树不摘茶叶的树结出来的果子。我看到山上有的，等秋天的时候我们摘下来就好了。山上有那种果子吗？别的地方有没有，傅宁不是太清楚，但是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去梁姑山的那前山好多的油茶树啊。有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，而且还不少，是我采药的时候发现的。不过现在才开始结籽，秋天才能采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。突然之间，生活就这样充满了希望。等傅义全捡了药买了菜回来时，林大姨与林氏立即进了厨房。二丫，你那个什么豆腐品的事，小姨能学不？林娟有点犹豫，可还是问出了声。傅宁可是清楚林娟的处境的。小姨，听说小姨夫要纳妾了，你有何想法？我不愿意，我绝对不会同意。可这事恐怕由不得你，牛不喝水强按头没用，但是他要喝水了，你拉都拉不走。你那个婆婆恐怕不会由你。那我就和离。那表妹怎么办啊？他们会把2个孩子给你吗？如果不给，可以呀。那豆腐铺子可是我置办出来的，
也是我在赚着钱，在我名下呢。小姨，你主意已定了？二丫，这事啊已经闹了很久了。我也想了很多，虽然铺子花了我好几10两银子，但是再贵也比不得我2个女儿。那你不是一无所有了？哎呀，我也知道这样会很难。如果我有一个有底气的娘家，恐怕我早就和离了。二丫，男人是信不过的东西。小姨，我爹就很好，大姨夫也不差。哼，你爹是很好，可你大姨夫就是过于老实了一点。与你娘一样，这些年看看他在安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。明光这么会读书，可是却只能在县城里最差的书院读书。你爹好不容易给你表哥弄得进蓝光书院的名额，却硬是被安老婆子抢去，给了他大孙子。可他那大孙子啊，根本就是一个榆木疙瘩，读了10年书，连个童生都考不上，这都快20了，什么都不是。傅宁知道蓝光书院比玉松书院少4支，好比前世的排名第2的重高。那书院是一个举人办的，收费却不高，但收的人很有限。表哥，你过来。小宁，你找我有事吗？表哥，如果我有办法让你进蓝光书院，你想去吧？你说什么？你听清了，我就问你，愿意不愿意去？或者玉松书院也可以。我想去蓝光，那边收费便宜，玉松书院我读不起。那我问你，3年内有把握考秀才吗？只要能进蓝光，我肯定能考中的。那这样3天之内我给你答复。二丫，你认得蓝光书院的山长吗？不认得，但我认得县令夫人，上回我给她看过病，她说了许我一件事。你把这机会就这样让给你表哥？对呀，我弟弟连蒙学都没上，这蓝光书院也不收呀。我没有亲哥，表哥不就是我的亲哥吗？小姨，你们姐弟5人是血亲，你们的儿女与我们也是血亲，这有何不可？大姐，大姐啊，你快来，你快来呀！林大姨正在厨房煎药，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吓得她差点把药罐都给扔了。四妹呀，你哄个什么呢？人都会给你吓死。这一叫，林家几兄妹全出来。林娟激动地把事说了。大姐啊，你说我要不要吼啊？二丫呀，大姨怎么欠你呢？大姨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表哥就是我的亲哥呀，我帮我自己的亲哥要些吗？帮自己的亲哥？大姨眼眶湿了。明儿啊，你可听到了？娘，我听到了。小宁说了，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血亲，是真正的亲人。好大姐别哭啊，不过就是一个读书的机会而已，能不能出息还得靠明光自己才行啊。可这机会就是比天还难呢。林大姨也2个儿子，安明光是长子，次子安明成今年才11，那是个不要读书的料。长女嫁了，次女也已经有人在说亲事了，她的心思就是希望长子有出息。3年前好不容易有个机会，却被老婆子逼着抢走了，最后还落了个被穷分家的下场。大舅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就在打瞌睡。大舅，想进衙门当杂役呀？知道了还问？现在你把这人情给了明光，难不成我这个当舅的还跟他抢不成？行了，别再说了，再说我抽你啊！这个舅舅混账是混账，但是却也是算孝子。有孝心的人一般都不会变坏。傅宁决定完成他的心愿。大舅，如果你帮着小舅舅先把这豆腐生意做起来了，到时候我再向县令夫人给你讨个差事如何？你说真的？富儿丫，你要敢哄你大舅，小心我以后不认你啊！我骗谁也不敢骗我亲舅呀，娘亲舅大嘛。一言为定。大舅舅，咱们拉钩吧。咱大老爷们儿跟你小孩子玩这个，行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等把这生意做大做成了以后，你帮我找关系进衙门。
进衙门当杂役，其实没什么意思，又苦又累又没地位的工作而已。以傅宁很有自信，等这豆腐生意做起来，恐怕这大舅舅舍不得去当什么杂役了。外婆是在下午时候醒来的，听说自己外孙女会医术，她还是吃了她出的药方才舒服的。好，没想到啊，爷娘还有这样的福气。那可不止三妹一个，我们一家人都有福气了。儿呀，外婆的福终于到了。记忆中是个外婆可不差。是，外婆，前不久有一个算命的给我算了一卦，要走了我5两银子。好，值得给呀。等这豆腐啊真赚了银子，你分1半。外婆，现在说这个还早，到时候再说。好，四妹呀，二丫最喜欢吃我做的芝麻果，赶紧去买点糯米粉和芝麻回来，明天二丫来了，我亲自给她做。哎，娘，我这就去，明天我来做。因为有了喜事啊，外婆的病竟然好了一大半，根本不像来人报的那样快不行了。众人出门的时候，她还送出门来了。宁丫头，明天让你小舅舅来接你。不用，外婆，这里离陆家不到2里路，还接什么呀？放心吧，我自己过来就成了。村里长大的孩子还能走迷路不成？出了外婆家门，姐，小土豆！傅宁一回头，可不，一个小家伙迈着小短腿儿，不紧不慢地跟在了他们背后。小土豆，你干嘛跟着我们呀？我们得回家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吧。可小家伙就是不吭声，咬着唇，低着头，他们走一步，他就跟一步。林氏一看这委屈的样儿啊，心就软了。坤儿，你跑回去跟你大舅舅说一声，让他跟我们回去吧，你外婆也没工夫来照顾他。傅远坤立即跑了。娘，让他跟着我吧，你要带回去了，那老太婆能翻天。这不好吧？哼，没事，我把他呀放盼盼家，反正盼盼成天都说要是有个弟弟妹妹就好了，这不正好成全他吗？啊，那得给饭钱呢，娘手上有半两银子，你先拿着。娘，我比你富，不说了，先带他去买2套换洗的衣服，这小叫花似的模样，让人看着就当叫花子赶了。这话一落，小土豆笑开了花。臭小子，看在我给你取名的份上，姐就养着你了，不过以后得听话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小家伙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有力。走了，买新衣服去了。乔记布店，这是一家很大的布店，是东陈县乔家所开。据说这乔家与江南织造孔家有亲戚关系，所以他家的布又好又价格公道。店很大，整整占5个铺面。林氏是头一回进这么大的布店，一走进去觉得眼花缭乱。二丫，这么大的店，这里的东西肯定很贵，我们还是别在这里买了。娘，这店呢是很大，但这里的东西很实惠。上次我和初雨姐来过一次，你别怕，我有钱呢。那也得省着点啊，这里的布一看都是好东西，再实惠也不会便宜啊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看呐，这就是穷酸，看到了没有？娘，你还想让我嫁一个泥腿子吗？青儿，娘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傅姑娘，对不起了。傅宁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杨夫人母女，看来这杨老板还没打消让杨丽娟嫁陆凌天的想法呢。傅雨宁见过杨夫人。娘，这是城西杨记米铺的杨夫人，这是她的女儿杨小姐。杨夫人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杨夫人。不必客气，都是熟人。这是我娘家的布店，今日来呀，想给娟儿挑上几匹料子，做几套夏衣。傅姑娘，你们这是来买布啊？上回来看到这店里有成衣卖，
想给我弟弟妹妹们买2套换洗衣服。杨夫人，你忙？有，我家这铺子里呀，程一在那边2个柜台。小二，来一个。杨夫人话一落，立即过来一个小二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有何吩咐啊？这位姑娘是我的熟人，她要买些孩子衣物，一会儿给个实惠价。姑奶奶放心，小人一定照顾好。成衣柜台衣服很多，只不过这时代的衣服不像现代衣服那样挂起来，而是一件件折着放在那里，看起来很不方便。傅宁找了2件给小土豆试，可折着的样子很好，但一打开来不是太长就是太大，而且有的是长袍。小二哥，你们这里的衣服怎么不挂起来卖呀？这样找多麻烦呀！什么叫挂起来卖呀？听到这话，傅宁脑子里一闪，天啊，这时代没这服务，要是来个创新，那可是头一家呀。小二哥，你把杨夫人叫来一下，我有个好主意给她。一听说是好主意，店小二立即跑了。